您可好些了？多谢你救了我。不用客气，我救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我知你应该是毛家人。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这少年身处京都，怎么知道他们毛家呢？我名唤江明宏，远江人士，我爹名叫姜文。姜文？原来你是他的儿子。毛子俊是知道姜文的，准确来说，江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姜文。我娘名唤沈冰心，你或许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你一定听说过沈家枪。原来你娘是沈家枪后人，怪不得你能猜出我是毛家人。还不知毛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名唤毛子俊。原来是子俊大哥，你怎会来京都？毛子俊当然不会告诉他是偷跑出来的。他本想来京都游玩一段时间，谁知那些人那么过分，他刚进京都地界就被他们发现了。接下来他是一路跑，一路躲避追杀，差点命丧黄泉，想想都郁闷。来京都游玩的，谁知会碰到这种事。子俊大哥可知敌人的身份？知道，我爹娘昔日的一些仇敌，等我伤好了，我非得杀了他们不可。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，仅凭借你一人之力恐打不过他们。病好后还是回远江府吧，进入远江地界，你才算真正的安全。说话要不要这么直接？很得罪人的，知不知道？而最让他郁闷的是，他偏偏还无法反驳，因为江明宏说的是实话，现在自己小命要紧。好，等我伤势好的差不多了，就回元江府。你刚才说需要我帮你一个忙？我想让你帮我送一封家书。毛子俊不解地望向了江明宏，什么家书这般重要，需要他亲自来送？我爹娘被人变相软禁了。同一时间，江明月蔫蔫地走出了锦绣坊，没想到他的鬼水会提前一天造访。或许是站了一下午，也或许是天太热，他的小腹有些疼，还有些头晕。不过看到谢渊之后，他还是强打精神。谢大哥。谢渊眉梢之间露出了一丝愉悦，拎着西瓜走到他面前，这才发现他脸色有些不对劲。不舒服吗？脸怎的这么白？没事，应该是太热的缘故。是吗？谢渊心中有些存疑，江明月嗯了两声，主动地牵住他那个空闲的手。咱快回家吧，我好累啊。软糯的声音里透着几分虚弱。好。谢渊大手穿过他指缝，和他来了一个十指相扣。什么时候可以休息？近来都比较忙，恐休不了了。谢大哥有事吗？等你休息了，我带你去京都玩，顺道去看看咱们未来的院子。如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也好及时请人改。好呀。不过到底去不去京都，他还要回去问一问弟弟。直到如今，弟弟对自己入京的事情都十分的排斥。二人说着话，谢渊很快就察觉到江明月的不对劲。往常他总是充满活力，走得很快，今日他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，时不时的蹙下眉，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。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他低沉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严肃，开口的同时已经握住了他的脉搏。癸水来了。江明月小脸红了一红，声音细小无比的嗯了一声。之前我为你把脉，你的身体很好，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。近段时间累着了，或饮食不规律，还是吃了凉的。看着面前的人，眼神飘忽了一下，谢渊问他：贪凉了？男人虽是询问，用的却是肯定的语气。有一个会意而且聪明的未婚夫，就是这点不好。江明月冲他讨好的笑了一笑，比划道：天气炎热嘛，就喝了几次冷饮，只是稍微有一丢丢不舒服，明日就好了，你别担心。往年夏季的时候也多是如此，只要熬过第一天就好了。上来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听话。他声音虽然依旧沉稳平和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。心思一直很软的江明月哦了一声，乖乖地趴在了他背上。谢渊稳稳地背着他站了起来。江明月将那滚烫的小脸儿埋于他脖颈处，小小声地问：我是不是很重啊？不重，比我想的还要清闲。买的冷饮？不是的，我们买的冰，冷饮没有你煮的药茶果茶好喝，我们通常都是……江明月很没有心机的都说了出来。很好，你喝了7、8天，而我也变成了共犯。想到今日刚煮好的果茶，自己喝也挺好的。
江明月说完，看着突然沉默的男人，立刻察觉到他可能有点不高兴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嘛，我忍不住，你别不高兴了。冉诺声音中带着些许的哄。好吧，他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情绪变化。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江明月伸出了一根手指头，轻轻地戳了戳他的脸。那你笑一个。那温热的触感突然落在脸上，谢渊呆愣了一瞬，扭头与江明月对视。他一脸的乖巧，像只惹人怜爱的小兔子。谢渊觉得他暂时恐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。在女人期待的眼神下，他的嘴角上勾，露出一个浅笑。江明月看男人不生气了，放松下来之后，只感觉小腹更疼，很是难受。他有气无力。我休息一会儿，到家了叫我。谢渊回答得很轻松，余光一直在他身上，看着江明月轻闭双眼，纤细的柳眉拧成了一团，那原本红润的脸有些苍白，唇瓣更是没了血色。看他这样，谢渊不知有多心疼。你且忍忍，回去了我给你扎上一针，再喝杯红糖香水也就好了。江明月一听这话，本能有些抗拒，他闭着眼睛撅了撅嘴巴。不扎针。扎针一点也不疼，且扎了后立刻就不疼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扎针。扎针一点也不疼，且扎了后立刻就不疼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渊一边和他说话，一边加快了速度。同一时间，谢家，毛子俊听完了江明红的讲述，沉思片刻之后说：“这信我送了。”多谢子俊哥，如此算你偿还了我的救命之恩，咱们两清了。你和谢渊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姐夫。姐夫啊，姐夫好啊。江明红要是帮着我说说情，说不定谢渊就不收我钱了。你姐夫说药费加上住宿费、伙食费，我已欠他110两。近来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替我美言几句，让他少收我一点钱啊？江明红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暗芒。我姐夫收的不贵，你中的什么毒，我不说，想必你也知道。解毒的药草很贵，再加上你这几日涂在身上的金疮药、喝的药，加在一起少说也得有50两。我姐夫是举人，你想一个举人老爷天天跟老妈子似的为你做饭、为你洗衣，收一点钱不过分吧？再在我姐夫收留你，担着很大的危险，谁也不知道你的那些敌人会不会找到这里来，所以收你110两并不算多。听江明红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不算多，但他没钱呢，别说是110两，他全身上下连10两都没。毛子俊太好懂了，看他表情就知道他身上应该没什么钱。江明红心思微转，一副我为你考虑的模样。你身上要是没钱，可以写欠条，过后再还也是一样的。毛家人的声誉还是值得信赖的。你要实在是没钱，也可帮姐夫做事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多谢明红弟弟。江明红微微一笑，那叫一个人畜无害呀。不客气，子俊大哥好好休息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好。与此同时，谢渊背着江明月回到了扫林胡同。到家了吗？谢渊嗯了一声。阿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腹有点疼。江明红秒懂，吃凉的了？不愧是亲弟弟，就是了解他呀。喝了几杯冷饮。以后你可忌嘴吧，我去给你沏红糖水。江明月哦了一声。谢渊小心地把江明月放在床榻上，温声地说：“你先躺会儿。”此时的江明月就像只受伤的小兽，乖乖巧巧，更加让人心生怜惜。谢渊收回视线，疾步进了卧室。几息之后，他拿着银针走了出来。江明月看着他手中的长针，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真要扎呀？谢渊嗯了一声，于他脚边蹲了下来。我都这么疼了，你还扎我？谢渊握着银针的手收了一收，心下有些发软。我向你保证不疼，且扎过后你会立马舒服很多。哦，扎哪？三阴交。哪个位置？脚踝的上方。你能不能先让我回去洗个澡，你再扎呀？我今日出了很多汗，身上黏糊糊的，很难受。扎完再洗。扎完再洗。我现在就想洗。江明红端着红糖水进来，看到姐姐双眼泛红，一脸委屈地问下来：“怎么了？”谢大哥要扎我，还不让我洗澡呢。谢渊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成了恶人。
先将水喝了。江明月乖乖地喝了水，求助地看向弟弟。弟弟到底没有让他失望。咱们回家。说到这儿，他扶着姐姐起来，转头看向了谢渊。给阿姐一点时间，她怕针，也怕疼。谢渊点点头，他要是再不同意，小女人恐怕真的会哭。而江明月有了弟弟牵着往外走了几步，然后回头。谢大哥，你别生气。他的声音软绵绵，又带着一点点鼻音的娇气，这么可怜兮兮地望着他，即便心中有再大的气也消了。更何况他根本就没有生气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姐弟二人回到家中，江明月在石榴的帮助下洗了个温水澡，换了身干爽的衣裳。他似乎回神了一些，虽然还是难受，但脑子清醒了许多。以前虽然也会疼，但我观你没有像现在这般难受过。一会儿姐夫来了，让他帮你诊诊脉。回来的路上他已经诊过了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姐弟二人正说着话，谢渊敲了敲院门走了进来。别怕，我和你一起扎如何？江明月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放松。不用，我不怕了。扎什么穴位？3阴交。江明红点点头，让开了位子。谢渊走到小女人脚边坐下，温声地问她：害怕吗？不怕，你扎吧。谢渊伸手就握住了她小脚丫。江明月的身子不受控制抖了一下，男人的手掌太过于灼热，那热气仿佛顺着脚蔓延至了全身。她突然觉得好热，突然3阴交处微微一疼，就像被蚂蚁咬了一口似的，有些疼又有些痒。她极力控制住想要抓一抓的冲动。疼吗？不疼，有点痒。感觉到紧绷的小女人慢慢放松下来，谢渊拔出了银针，那有些灼热的指腹按在她娇嫩的肌肤上，开始轻轻揉起来。江明月只觉得那块肌肤越来越灼热，仿佛要穿透皮肤抵达血液深处。现在呢？好了，不痒了。她的声音有些颤，急忙将自己脚缩了回来。谢渊手中突然一空，下意识地抓了一下，可惜什么都没抓到。谢谢谢大哥。现在可舒服些了。江明月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小腹好像的确不像之前那般疼了。她双眼亮晶晶地看着男人。很有用呢，果然比之前舒服了很多。谢渊看他比之前恢复了些精神。一会儿我替你熬点药送来，喝完你早点休息。明日就进入伏天了，绝不能再喝冷饮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谢渊转身看向了江明红。照顾好他，我回去煮药。好。谢渊看着走出来的少年。未醒。姐姐睡得很沉，还是不要唤她了。没吃晚饭？刚才姐姐说吃不下。明日我给她煮些红枣银耳莲子粥送来。好，明日清晨我会告诉姐姐。江明红靠近谢渊，将毛子俊的底细告诉了他。谢渊眼中闪过了一抹暗芒，低声道：我知道了。他端着还算温热的药回到家中，看着手中的药，想了想，进到了后院。一会儿过后，毛子俊喝了药，他问：这次的药怎这般好喝？这是什么药啊？滋补药，1两银子。毛子俊的表情微微一僵，不知道他现在吐出来的话还来不来得及。每天银子的，你钻钱眼里了。谢渊闻言与他对面坐了下来。我出身寒门，能走到今日实在不易。想当初。一会儿过后，毛子俊擦了擦眼角的泪，很是干脆的在谢渊临时写的契约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。等到谢渊离开之后，他才渐渐的回过了神来。不对呀，谢渊不幸悲惨，走得艰难，关我何事啊？为何我要卖身给他呀？想到刚才自己已经在契约书上签了字，毛子俊真是恨不得将自己的手砍了，让你欠，让你欠。不过他想到只需要当谢渊3年的护卫，他的心又渐渐的平复了下来。3年也不算多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保护他3年，他就再也不欠谢渊了。到时候还不是天高任鸟飞。卧室内，谢渊看着手中的契约书，嘴角无声的往上勾了一勾，打开抽屉放了进去。谢大哥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已经完全不疼了。对不起啊，昨日里让你担心了。谢渊闻言走至他面前，放下托盘。不用给我说对不起，我是你未婚夫，将来也会是你的丈夫，
为你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。我知道了。洗漱吃饭吧，我给你煮了红枣银耳莲子粥。好。早饭过后，谢渊亲自将江明月送到了锦绣坊外，然后才将水囊递给他。里面装的什么？你打开喝一口就知道了。江明月闻言喝了一口，是红糖姜茶，不过里面应该还加了一点中药，不是很好喝，但却很有用。虽然只喝了一口，他却觉得身子暖洋洋的。今日要将它喝完。江明月乖乖的点点头。谢大哥，再见。再见。谢渊离开锦绣坊，想到了毛子俊，顺手买了一些吃食。他回到家中，将食物递给了毛子俊，这才去了私塾。以后毛子俊就是他护卫了，得对人家好一点。你好好休息，等铺内忙了，我再来换你。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，看着张珊珊说完并没有走，他问道：可是有什么事情？我的确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。你说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姓张，张子静的张。果然和他之前猜的一样。你已经猜到啦？江明月点点头。那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一是韩掌柜对你的态度，二就是你手上一点茧子也没有，三，你说的乃是很正宗的精话。聪明，我还以为我隐藏得很好呢。这些时日喝了你这么多的茶，我突然想开一个茶水铺子，专门卖酸梅汤、胖大海清音茶。江明月闻言也明白了张珊珊的意思。你想买方子？明月姐姐也可以方子入股我的茶水铺。哦，你知道这些方子并不在我手上呢。明月姐姐可以回去跟你的未婚夫商量商量，我这边不急的。好。那我就不打扰姐姐休息了。江明月望着离开的人，缓缓地闭上了双眼。他觉得他挺有钱的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缺钱花。不过他不能只顾着现在，也要为以后想一想，总不能一直坐山吃空吧。入股张珊珊的茶水铺吗？江明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有时末，当姐弟二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江明月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弟弟。江明红沉思了片刻。我和姐夫的想法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姐姐想和他合作开茶水铺吗？江明红相信西渊和他一样，都愿意做能为姐姐遮风挡雨的伞，姐姐只需要随心所欲、快快乐乐的生活即可。那我就和他试一试。江明红笑着点了点头。虚实办，江明月跟着西渊学了一会儿方言之后，看着男人说：谢大哥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。你说。我们铺子新来的伙计名叫张珊珊，她是东家的亲妹妹。今日，江明月将事情仔细地和西渊说了一番。张家在京都商贾圈里虽名声不显，但他们家声誉极好。谢大哥知道张家？你在锦绣坊做工，我自然要打听一下锦绣坊的东家。江明月心中起了一阵涟漪，这男人竟默默地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儿。如果不是他今日提到张家，他恐怕永远不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。江明月拉着男人的手，轻轻地摇了一摇。谢大哥，你真好。不过像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啊？西渊温声地应了声好。茶水铺的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和他试一试。有了其他的收入，到时候自己更好说服他辞去锦绣坊的活计。西渊并不是要将他困在家里，实在是锦绣坊的活计太过于辛苦，他不想他这般的累。再者，张家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。下午不用去锦绣坊了？明天后天都不用去，掌柜的给我们放了2天假。那明日咱们去京都如何？不行！江明红后知后觉，察觉自己反应过激，衣袖下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。他极力地压下了恐惧。不安全，还是别去了。看来小舅子隐瞒他不少事情，晚上要和他好好的聊一聊了。江明月看弟弟情绪有些不对，知道他应该是想起了前世的事情，于是温声安抚道：好，姐姐不去。看来明月也知道一些事儿。谢大哥，你吃午饭了吗？还没有。那咱们去吃午饭吧，我好饿。难得听他说饿，谢渊伸手牵起他的手。好。我们吃完饭就先回家了，下午好好听课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江明红嗯了一声，他望着离开的二人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他刚才的反常，谢渊都看在了眼里，晚间他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行。至于姐姐这边，
倒是好说。另一边，我这附近有家凉面馆，他家凉面不仅好吃，铺内放的还有冰盆，很凉爽。我带你去尝尝如何？好呀。江明月由谢渊牵着来到了凉面馆，这才知道这里还能点菜。除了凉面，谢渊还为他点了一道鸽子汤。鸽子汤被男人推至面前的时候，江明月的耳朵瞬间起了一抹粉色。我已经好了。我知，所以才要补，毕竟流失了那么多气血。好吧。江明月的脸也跟着红了，他不再说话，低头默默地喝汤。谢渊看着小脸红扑扑乖乖喝汤的人，勾了勾唇角，见他把鸽肉都挑选出来。不喜欢吃鸽子？我娘喜欢吃鸽子嘛，我爹就专门买了一庄子，为我娘养了很多很多鸽子。每到冬天，家里的饭桌上就会有一道鸽子汤。我从8岁喝到了15岁，整整7年。软糯的话语中怨气满满，谢渊忍着笑，将鸽肉连着汤一并端于自己面前，温声哄道：以后咱们都不吃了，尝尝他们家的凉面。江明月吃了一口，双眼微微的睁大了几分。这姜里面放了芝麻酱。喜欢。喜欢。我们那边不适合种芝麻，芝麻都是从别处运过来的，老贵了。每年爹虽然都会想法子给我买一些，但磨出来的芝麻酱根本就不够我吃的。芝麻产量不高，朝廷虽许多年前就开始推广，但种者甚少，流到你们那边的就更少了。不过我知京都有一芝麻磨坊，明日咱们去京都，我带你去买些。我不想让阿碧担心。谢渊看他唇角沾了一点酱，拿出手帕温柔地帮他擦掉。我会说服小红，你不用担心。江明月哦了一声。谢渊捏着筷子看着吃得很欢的人，只觉得比自己吃的还要香。就这样静静地欣赏了一会儿之后，他低头把鸽子汤喝了。下午有什么安排？回去后我要先休息会儿，然后继续做衣服。快的话，谢大哥今日就可以穿上新衣了。我不急，仔细眼睛。谢渊顿了顿，一副我为你着想的样子。你那屋应会很热，前几天我订了一些冰，每日的50墨，冰铺里的人就会给我送4块，你可到我家休息。江明月闻言有些犹豫了。那谢大哥呢？我到书房读书，到时会放几盆冰水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看着江明月犹豫不决，谢渊退了一步。我将冰送至你那里。这句话让江明月做了决定，他们已经定了亲，他相信谢大哥不会乱来，即便是他想做点什么，他也可以。想到这儿，江明月的脸不受控制的红了。谢渊看着突然一脸羞涩的人，我想什么？没什么。这边江明月一边摇头否定，一边透着几分欲盖弥彰的意味。我一会儿到你那边休息。谢渊瞬间若有所悟，只是休息。你想要做点什么的话也不是不可以。江明月说完，看着瞬间呆愣的男人，恨不得找个地缝将自己埋进去，怎么就将心里话说出来了？疯了，真是疯了。谢渊回过神来，望着脸红的像是煮熟的虾子，恨不得将自己埋起来的小女人，他笑了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刚才你是出现幻听了。谢渊轻轻的点头配合他。幻听。要不然呢，他还真怕这小女人羞愤几天都不搭理他。吃饱了吗？听到转移话题，江明月缓缓的松了口气。吃好了。谢渊点点头，起身走向了柜台。江明月看男人走了，拍拍自己小脸儿，矜持。江明月，你可得矜持点儿。走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本想买些芝麻酱，奈何掌柜的不卖，就退而求其次买了一些面酱。晚间在我那是如何？你是想吃拌面还是焖面？我想吃凉皮。凉皮？又是一个新鲜的名词。你可知这凉皮是怎么做的？先和一个面团，然后用水反复的冲洗。谢渊听得很认真，将每一步都记在了心里。等小女人说完，一会儿回家了我试试。少顷，枣林胡同。我要先回家拿些东西。好。二人分开之后，谢渊回到家中，他放下了瓦罐，舀面和面。等他和好面之后，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忘记给毛子俊做饭了。不过一顿不吃饿不死，他将面团盖好，走进了卧室。虽然每日都会打扫卧室，但想到小女人一会儿在这里休息，他又开始重新收拾起来。隔壁的江明月舒舒服服洗了个澡，换了身布料极其舒服的睡裙，拿着针线篓子，他就来到了隔壁。
谢渊的视线在他露脖子露脚的衣服上扫视了一眼，不自觉地挑挑眉。您要休息吗？我穿的是舒服的睡裙。谢渊点点头，并未说什么，克制地收回了视线，领着他往卧室走。江明月跟在男人后面走了几步，发现是卧室的方向，他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。睡在他的卧室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呀？哎呀，但来也来了，现在又反悔，是不是显得自己有些矫情？他看了一眼男人高大的背影，而且还是那个卧室，总是让人浮想联翩。以后他要是要想那个啥，那自己是含羞带气的任由他，还是拒绝呢？天哪，他是越想越纠结，不知不觉间已经跟着谢渊走进了他的卧室。单子薄被我也重新换过，冰盆放在了风口处，一会儿我将窗户关上，只留一点缝隙，这样冰融化的速度会慢些。感觉到了谢渊的用心，江明月只用了几息的时间就说服了自己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好好休息，不然岂不是辜负了男人的一片心意吗？他要是真的想亲亲抱抱也不是不可，毕竟他是他的未婚妻。休息吧。江明月轻轻地了一声，看着转身往外走的男人，他就这么走了。本来有些紧张的他，这会儿心里反而有些不得劲儿了。谢渊对他竟没有任何想法吗？天啊，难道自己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？想到这儿，他一把拉住男人的手。谢渊转头，目光柔和地看向他。怎么了？江明月哼了一声，嘴唇往上撅了一撅，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很不高兴。可谢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。怎么了？可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儿？我道歉，别生气了好吗？江明月这会儿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面对这样温柔的谢渊，他只觉得自己在无理取闹。你走吧，我要休息了。谢渊望着小女子气鼓鼓的背影，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，深邃的眼眸突然转深了几分。他上前2步，一把握住了江明月的胳膊。干嘛？江明月一扭头，撞上他深黑炽热的眼眸，心猛地一跳。男人慢慢地俯下了身子，视线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眼底带着他从未见过的汹涌情绪，像是要将他吸进去似的。二人四目相对，谢渊看小女人虽然紧张，却并未躲闪，又往他的面前凑了一凑，滚烫的气息喷洒在江明月的脸上，他的小脸瞬间爆红，身上温度骤升，只感觉有些口干舌燥。谢渊一开始只是试探，看小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躲的意思，他便毫不犹豫地吻了下去。唇碰到唇的那一刻，谢渊整个人都是颤抖的。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要温柔一些，不要吓到他，可是感情却是不受控制。大手罩住他后脑勺，手指穿过他发缝，他姿态霸道凶猛地碾压着他的唇。他顺势而入，舌尖卷着他不断的索取，吻到深入缠绵。江明月只觉得浑身战栗，双腿更是软绵绵。为了站稳，他双臂环住了男人的脖颈，迎接他给予的一切。谢渊，你回来了吗？出来的男声将江明月吓了一跳，他瞬间回神。谢大哥，有人。谢渊，他摸了摸瘪瘪的肚皮，饿死他了。谢渊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为何还不做饭呢？屋子里的谢渊虽然很不想，但还是松开了小女子。此时明月的眼尾晕开了一层粉，那双湿漉漉带着些许迷离的眼睛，红唇水润，脖子耳朵都是红彤彤，含羞带气的样子再次让他失控。他并没有回应毛子俊，单手温柔地抬起他下巴，对准他的唇再次吻了上去。江明月瞬间瞪大了眼睛，唇再次被男人碾磨吮吸，他掠过他舌尖，在他口中激烈翻卷，他的手被他带着重新环住了他的脖颈。谢渊，你在屋里吗？紧接着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知道有人正朝卧室靠近，江明月紧张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，他不断的挣扎，试图躲开男人的唇。有人来了。谢渊并未放开江明月，只是微微松开了他红唇，二人额头相抵，他气息粗重。在，我这就出去。外头的毛子俊闻言有些不解的挠挠头。屋里的谢渊听到脚步声，知道毛子俊走了，俯身再次吻了上去，而这一次他动作温柔了许多，只是在唇上吸吮出了一层层的粉。
明月，真想现在就将你娶回家。江明月羞涩地将头埋于他怀中，二人相拥腻歪了一会儿，谢渊这才松开他。休息去吧。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，等到男人离开之后，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忘了一件事：谢大哥家怎么会有男人呢？人家都说金屋藏娇，怎么他藏了个男人？外头，谢渊看着毛子俊，淡淡地问：有事？不知为何，谢渊虽然神色如常，语气也和之前没什么差别，但是毛子俊本能地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，因此开口的时候他也变得小心翼翼。是不是该做午饭了？你是病人啊？病人不宜多吃，吃的多了反而不易伤势的恢复。谢渊平静地说完，进入了书房。不就是因为他病了，才需要好好的补一补吗？他望着离开的谢渊，这午饭就没了？确定谢渊不会给他做午饭？毛子俊气呼呼地进了灶房，决定自力更生。一会儿过后，他又灰头土脸地从灶房走了出来。他不会做呀！怨念十足地望了一眼书房里的人。算了，忍着吧，不就是一顿不吃午饭吗？饿不死人。睡好了。江明月点点头，指了指外面。谢家村人？他是小红的朋友。小丽的朋友？他受了点伤，又是外难，小红和我商量了一番后，就将他安置在了我这边。哦，这事情小弟竟从未跟我说过。果然，天下的弟弟都一样，长大了就会有秘密了。我对你没有秘密，永远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哄我。话虽这样说，但江明月嘴角上扬，心底就跟吃了蜜饯一样。明月看到了毛子俊，询问起他的事，我并未骗他，说毛子俊乃是你的朋友，因受了伤，暂且安置在了我这里。我想到了，今日那些捕快是姐夫安排的。他们昨日里来到宛平后，夜探客栈、药铺、牙行，打听毛子俊的消息，闹出的动静有点大。衙门里的人一大清早就收到了消息，我就顺水推舟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。多谢姐夫。不客气。为何怕你姐姐去京都？只是因为她的人在京都，怕他们会发现明月？因不止这么简单吧？你现在只是举人，我不敢赌。姐夫，我不想姐姐受到任何伤害，哪怕这个概率极小。有着他背后的人乃是大皇子，如果大皇子的人出了面，你确定能护得住姐姐？即便你护住了，开罪了大皇子，今生恐很难入世。但如果你中了进士，进入朝堂后，那一切就都不同了。到时我不会再阻止你带姐姐入京。谢渊不得不承认，江明红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成吧，你说服我了。江明红闻言顿时松了口气，他知道并不是说他这些理由说服了谢渊，而是因为谢渊和他一样，都不想姐姐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。给毛子俊送去。江明红端着凉皮刚走进后院，毛子俊就冲了出来。快，饿死我了都！没吃午饭？没有啊，也不知我怎么得罪了谢渊，他没有给我做。哎，这是什么吃食啊？竟这般好吃！这是凉皮。啊，劳烦你一会儿再帮我端一碗来。谢渊在家里藏了一位美人，他不让我去前院。为了让我尽快的恢复，谢渊前几天都会往屋里放2块冰，今日连冰都没有了。我怀疑啊，他应该是去讨好美人了。果然，无论什么样的人啊，都难过美人关。江明红淡淡瞥他一眼，然后才说：“你说的这位美人是我的姐姐。”真蠢呢！我怎么就忘记谢渊是江明红姐夫这件事了？怪不得我觉得他有些眼熟，你们姐弟还挺像的，哈哈哈。我姐姐是谢渊的未婚妻，她来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要说藏，那藏的也是你。我看你恢复的挺不错的，想必一碗凉皮也就够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该乱说话，对不起，你别和我一般计较啊！这一碗真不够我吃的，你就再帮我端一碗如何？只一碗。咱们恐不能进京了。没关系，本来我也不是很想进。虽不能进京，但我可以带你去上清观玩。上清观？观中风景极好，且因有一瀑布的缘故，那里甚是凉爽。咱们可在观中游玩一番，吃了午饭再回。江明月虽然很想立刻答应下来，但还是忍住了，扭头询问地看向了弟弟，迎上姐姐充满期待的眼神，又想到自从离开元江府，姐姐一直都是忙忙碌碌，还从未出去游玩过。走吧，跟着姐夫好好玩。明日清晨出发，
西渊轻轻的点点头。可需要我准备什么？可以带一身换洗的衣裳，其他的我会准备。好，我晓得了。三人用过了晚饭，江明月拉着男人的手站了起来。过来试试衣裳合不合身。你做的一定合身。那也要试试，万一有不合适的地方，我也好改嘛。江明红看着二人进了正堂，认命的收捡起了碗筷。谢大哥，你穿这一身可真俊呐。主要是衣裳好看。主要是穿衣裳的人好看。不，还是衣裳好，衬人。谢渊深邃的双眼对上那双清亮的双眸，眼底带着柔和。哪里，再好的衣裳那也得看什么人穿不是？我们就不要互相恭维了好不好？一会儿咱们两个都得飘到找不到北了。谢渊闻言，唇角往上勾了一勾。今日不许放言了好不好？我想早些回去睡，养足了精神，明日才能好好游玩。好，我送你。书房内，江明红看了一眼离开的二人，怎么姐姐竟这般早就回去了？家门外面，江明月正准备进去，谢渊突然抓住了他的手。怎么了？要不要抱抱？我刚才看到了胡同内这会儿无人。江明月闻言，笑着投入男人的怀抱，谢渊当即揽住他的腰。二人相拥片刻，谢渊心满意足地松开了小女人，柔声道：早点睡，晚安。江明月突然踮起脚尖，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笑容灿烂。晚安。谢渊抬手摸了摸被小女人亲过的地方，心情愉悦地回了家。谢大哥家中的那位少年是你朋友？他叫毛子俊，和咱们一样都是远江府人士，轻功极高。我之所以帮他，是希望他能帮咱们传一封家书。这些时日，江明月一直都在想，弟弟会用什么办法将书信送进爹娘的手中。原来是靠毛子俊呢。他能避开咱们府周围的眼线？只要他完全康复，能。这毛子俊不仅是毛家这一代最为出色的传承人，他的轻功更是传承了江湖第一轻功高手。如果他能成长起来，日后的成就肯定不低。只可惜前世他却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手里，今生是他救了他，而并不是那个女人。希望毛子俊能避开那个女人，躲过死劫。他的伤多久才能好啊？大半个月应可痊愈。那也就是说，7月底爹娘就能收到他们的信了。也不知爹娘现在好不好。别担心，爹娘很安全，并无性命之忧。江明月嗯了一声。时候不早了，阿姐快些出发吧，我让于根跟你们一起去。你这边怎么办？还有16呢，中午我会让16给我送饭。再就是逃到咱们县的江阳大道已经离开了，婉平现在很安全，姐姐不必为我担心。那好吧，我随谢大哥先去上清观探探路，如果好玩的话，下次咱们姐弟一起去。好，到了上清观，姐姐一定要跟紧谢大哥，别和他走散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可是上清观？之前你曾给我讲过，说是京都10大景点之一。不错，上清观位于京都东边，前朝曾是皇家道观，后来毁于战火。大楚历朝后重新修建了一番。值得一说的是主殿的瓦是当年太高祖御赐的琉璃瓦，阳光照在上面，金碧辉煌，气象万千，甚是气派。上清观除了琉璃瓦还有瀑布吗？除了瀑布还有铁索道、石林、桃林。这季节有些成熟比较早的黄桃也可以吃了，到时咱们可买些回去。好呀。每年到上清观游玩的人是不是特别多？那你一定要抓紧我了，毕竟我是这样的貌美如花，万一被人拐跑了，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。谢渊眼底流露出了一丝笑意，和小女人来了一个十指相扣，他柔柔地说：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之外。累不累？要不要去凉棚下休息会儿？不累，我体力好着呢。谢渊见他额头上虽然有汗，但呼吸还算平稳。那咱们就先逛，等一会儿你累了或太阳升起来后，咱们就到凉棚下休息。好。因为江明月的注意力都在两边的摊子上，他被男人拉的是跌跌撞撞。谢渊停下脚步，笑着望向他，等他站稳了才说：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？第一次陪姑娘游玩，照顾不周之处，还望你见谅。不是你快，是我太慢了。那我就按照你的步子来，走慢一点也无妨。听他语气里满是迁就，江明月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。谢大哥，你真好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未婚夫了。谢渊微微一笑，牵着他继续往前走。这地方真不错。你喜欢就好。谢渊说着，从他怀中取走了帕子，细心而又仔细地替他擦干了脸上的汗。
江明月红着脸，柔顺的等男人擦完，朝旁边挪了一挪，示意他也坐下来休息。谢渊侧身与他身边坐下来，然后才问他：要不要喝点酸梅汤？好啊。你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摘些山果来。去哪摘？他并不想谢渊离开，倒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害怕，只是单纯的不想他走。感觉到他语气中的不舍，谢渊轻轻地抱了抱他。你看，那边有几棵果树，我就到那里摘，一会儿就会。那你去吧。好，你在这里乖乖等我，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江明月连连点头，他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，那模样要多乖巧有多乖巧。谢渊没忍住，抬起他下巴，低头就吻了上去。与上次相比，这一次男人温柔了许多，而且带着几分真实。江明月并未抵抗，于是男人很快的便攻城略地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松开了他。江明月睁着大大的桃花眼，眼神迷离的看着他。谢渊抬手捂住了他的眼，抱住了他的腰，然后低头与他耳边柔声道：明月，不要这样看我。要不然他怕自己会忍不住不管不顾的要了他。江明月的脑子有些懵，谢渊说完，看着他像贝壳一样小巧玲珑，那圆润的耳垂真是忍不住轻轻咬一口。而这一口，江明月只觉得一股酥麻之感通过耳垂瞬间传到四肢，他整个人瞬间如一滩烂泥，就靠在了男人的怀里。感觉到怀中人的变化，谢渊深邃的眼中涌现了一抹暗光，又轻轻地咬他一口，而这一下让江明月浑身轻轻一抖。别！谢渊剧烈喘息了一下，用了极大的毅力，这才压下了心中的蠢蠢欲动。之前面对那些少女，他怎么就能那么清心寡欲呢？可见什么事儿都得分人呢。江明月被男人轻轻地咬了两口，就像是喝醉了酒，脑子昏昏沉沉。要赶快将毛子君医好才行，他病好后就可回元江府将咱们的事禀明岳父岳母，征得了二老的同意，咱们就可以成亲了。到时候什么？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成亲了。到时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必像现在这样明明很想，却要拼着命的忍着。再这样的忍下去，他非得忍出病来不可。江明月只觉得脸皮有些发烫，虽然很想吃肉，但他还是虚伪了一下，小小声地说：我又不着急。我急？你急那是你急，快去摘山果吧，我有些饿了呢。这会儿的谢渊倒是不急了，他抬起手来，拇指轻轻地擦去他唇上的水渍。羞死个人了。谢渊安抚的又抱了抱他。以后我小心点，我去摘山果了，马上就会，你乖乖等我。在看什么？在看谢大哥。我发现怎么都看不够呢，这个怎么办？谢渊笑了，凑到小女人面前，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的额头。等咱们成亲了，你想怎么观看都行。要成亲后才能观看呢？成亲后看着方便，且外人不会说什么。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谢大哥也吃。两个人简单的垫了垫肚子，谢渊微声道：我带你逛逛上清观如何？好。二人手牵着走原路返回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殿内上香之人很多，我排在众人的后面等待时，听他们议论今日观内会来一位大人物。谢渊听到江明月的讲述，不由得想起刚才进入殿中的几名男子。为首之人他虽不认识，但是站在那人左侧之人，谢渊曾经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是武安侯之子。出门有侯府之子陪同，那个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位皇子。想到这儿，他扭头看向了身旁的少女。明月，咱们下山吧。江明月虽然有些诧异，但是温顺的好脾气让他乖乖地应了声好。二人挑选着买了一些黄桃，在一个小道童的带领下穿过桃林，来到山下时已经是午时了。饿了吧？咱们吃完午饭再会如何？好。在谢渊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一个生意极好的酒楼。掌柜的虽然认识谢渊，看到他们笑容满面的就迎了上来。二人说了几句，掌柜好奇地看向了江明月。这位姑娘是？她是我的未婚妻。恭喜谢举人，二位当真是郎才女貌。大喜之日，别忘请我喝杯喜酒。一定。一会儿过后，二人由伙计领着进了2楼的一个雅间。等伙计离开之后，江明月很好奇地问他：你和掌柜的很熟？掌柜的姓郑，乃是咱们宛平县人。今年我在衙门当幕僚时，他招人算计，背上了一桩人命官司，
是我出手救了他。哦，怪不得他刚才面对你时那般恭敬友善。二人说话之间，小二端着饭菜走了进来。尝尝，这3道都是酒楼的招牌菜。江明月嗯了一声，你也吃。半个时辰过后，二人结了账，正准备离开酒楼，郑掌柜叫住了他们，送给他们一坛酒，说是用山上的泉水和山果子酿的，请他们不要嫌弃等等。二人谢过郑掌柜，登上了马车。想喝？江明月郑重点头，拉着谢渊的衣袖撒起了娇来。谢大哥，咱们尝尝如何？谢渊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都要化了，别说他只是想喝酒，江明月即便想要天上的星星，他恐怕也会踩着梯子想办法给他摘。好。谢渊在小女人的注视下倒了一小杯酒，递给了他。好酒，谢大哥快尝尝。谢渊看着小女人那水润的粉唇，一个用力把江明月拉进怀里，低头轻柔地在她娇嫩欲滴的粉唇上吮吸了2下。的确是好酒，的确是好酒。他的额头抵住他的额头，漆黑的眸子沉迷地看着他，仿佛碎了似的。江明月脸如火烧，害羞地埋于他怀中，再也不肯出来。知道小女人脸皮薄，谢渊并未强迫她，只是抱紧了她，防止颠簸之中滑下去。也许是男人的怀抱太过于舒服安逸，也许是累了，江明月竟慢慢地睡着了。听着小女人呼吸逐渐平稳下来，谢渊低头看她睡着了，拿起了一边的蒲扇，开始轻轻地扇了起来。江明月是被吆喝声吵醒的，他打着哈欠，睁开了双眼。到哪儿了？咱们已进入宛平。江明月闻言瞬间清醒过来，他竟睡了一路。他急忙从男人的怀中下来，看他手中拿着一个蒲扇，怪不得睡着之后只感觉清风徐徐而来，竟没感觉到热。这男人对他真好。江明月轻声过去，奖励地亲了一下谢渊的脸颊。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申时初。江明红闻言挑了下眉，这么快吗？难道他们在上清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阿姐从上清观下来，可还开心？于根认真地回忆了一番，开心，笑容满面的。难道是他想多了？从明天晚上开始，你陪我一起去隔壁。咱们救的那人武艺极好，如果你能有幸得到了他的指点，肯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成为1等1的好手。我从上清观带回来一些黄桃，可甜了，你快来尝尝。好，今日玩的可开心？开心，上清观可热闹了。江明红听姐姐的讲述，知道他们并未在上清观发生什么事情，彻底的安下了心。你今日在私塾里可还好？挺好的，我的同窗沈瑜明日会来咱家吃饭。我知道了，会叮嘱素姨明晚多准备几个菜的。缸里的水不多了，明日哥哥早起一会儿，打着水回来。于根嗡声嗡气的应了声好，然后说：我和少爷救的那人武功极高，少爷准备让我跟着他学武。哥哥想学吗？想。保护妹妹，保护少爷，姑娘。于杏儿愣了愣，原来不知不觉间，少爷姑娘已经扫进了哥哥的心里。那哥哥一定要好好学。于根嗡声嗡气的嗯了一声。准备去哪儿？驿站。谢大哥呢？你怎这时候回来了？谢渊说着，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油纸包。这是什么？油麻子，私塾的周夫子给我的，他家是以这个起家的，做的油麻子乃是一绝，你尝尝看喜不喜欢？他看到油麻子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明月，想着他应该会喜欢，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，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私塾。这种时时刻刻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呀。江明月低头就着他的手就咬了一口。油麻子有点甜呢。很甜吗？应该不会放那么多糖才是啊。江明月嗯了一声，握着男人的大手，把油麻子递到了男人的嘴边。你尝尝。谢渊低头尝了一小口，和以前一个味道，他并没有感觉到很甜呢。很甜。谢渊询问的同时，开始给他把脉。江明月任由他握着自己命脉，歪头看着他。不甜吗？可我吃着很甜呢，都甜到心里去了。很甜。既然觉得甜，那就再吃一口。我得回去了，中午我回来接你，咱们一起吃午饭。好，中午见。中午见。江明月吃着油麻子，心情愉悦地带着16二人去了驿站。下午下学之后，江明红、沈瑜整理了一番，
结伴离开了学堂。正堂内，江明月听到谢渊的讲述，感慨一声：天哪，没想到沈瑜还是位少年天才。听着小女人话中满是惊叹，谢渊挑挑眉，语气很平淡：他也就比一般人聪明些许罢了。这还叫聪明些许啊？和他比起来，江明月感觉到谢渊语气中带着几分傲娇，突然觉得男人应该是吃味了。他适时地咽下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，仰着小脑袋，笑容甜美地看着面前的人。当然，在我眼里，谁也比不过谢大哥，你才是真正的天才。谢渊无声地勾勾嘴角，黑眸中的温度瞬间回升，嘴巴里却是风轻云淡。我不算是什么天才，只是比一般人勤奋刻苦罢了。江明月正欲开口，院门突然响了。又是阿弟回来了。我去开门。江明月望着离开的男人，原来一向很沉稳的男人也有这般幼稚的时候。他捂着嘴笑了起来。明日下午你就不用来接我了，忙完我就回去。好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他哪里放心他一个人走夜路嘛。所以第二天，他给江明红留好作业，便起身说：我去接你姐姐。会不会太早了？比起错过她，我更愿意站在外面等她。江明红望着离开的人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起来。他不会告诉爹娘谢渊有多么的适合姐姐，那样的描述太苍白无力。他会把谢渊的言行都记录下来，由爹娘去判断他到底适不适合姐姐。虚实半，很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成，那我让丫鬟送你。合作的事情咱们明日再详谈。好。江明月拎着茶走出张家，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的男人。他扭过头来看着出来的张珊珊。不用派丫鬟送我了，我未婚夫来了。好，明月姐姐晚安。晚安。和张珊珊分开之后，江明月心情雀跃地提着裙摆朝男人跑了过去。谢大哥。慢点儿。开口的同时，他已经大踏步朝他走了过来。不是不让你来了吗？夜深人静，我哪放心你一个人回家。说着打开了拿了一路的油纸包，递给了江明月，同时顺道将他手中的水囊接了过来。解凉皮。想着你可能会吃不好，我就给你带了点来。谢大哥真好，我还真有些饿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不是等很久啦？刚来。那几种茶可是煮出来了。这里面装的是绿茶和红茶，谢大哥尝尝看好不好喝。谢渊闻言打开水囊，他先喝了口绿茶。加了花茶。味道如何？芳香扑鼻，且去掉了茶的苦涩。如果再放一些冰的话，口感应更好。得到了谢渊的肯定，江明月对他们的茶更有信心了。你再尝尝红茶。加了薄荷。这两种茶，谢大哥更喜欢哪种？红茶。红茶是我和珊珊专门为男客准备的，谢大哥喜欢，那别人应该也会喜欢。珊珊，一夕之间，二人的关系倒是亲近了许多。忙碌中的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7月初3。这日晚间，江明月看着于根和毛子俊过了50招还没有办。于根进步很快呀。毛子俊教他的这套棍法很适合他。这段时间他们来到谢家，阿弟每每都会带上于根。一开始江明月还不知道弟弟的用意，直到有一次他们来时，毛子俊在练剑，弟弟让于根下场陪毛子俊练手，他这才知道了弟弟的目的。那一次于根虽然很快就败了，但是毛子俊却是知道了他力大无穷的事儿，也许是起了爱才之心。从那时开始，二人时常交手，每毛子俊都会指点于根一二。后来也不知弟弟用了什么办法，毛子俊就教了于根一套棍法。于根是很有练武的天赋的，这2天的时间他就学会了，5天就耍得像模像样。一开始对上毛子俊，他10招内必败，而现在他已经和毛子俊对战60招了。姐弟二人观战时，谢渊端着切好的瓜走了出来。不行了，不打了，吃瓜。再这样打下去，在不使用内力的前提下，他就要输了，他可丢不起那个人。毛子俊伸手拿瓜的时候，谢渊拍他一下，拿起甜瓜递给了江明月。谢谢谢大哥。毛子俊望了这一幕，瘪瘪嘴，他也很喜欢吃甜瓜好不好？坛子里不是还有3块呢，真小气。江明红默默地拿起2块西瓜递给了毛子俊1块，他说道：棍法你已教了，不如将心法也一并教了。凭什么？江明红眼珠一转，高声喊道：于根过来。
于根收起了棍子，大踏步的走了过来，跪下叩拜师傅。于根闻言，砰的一下跪了下来，砰砰砰就是3个响头。他的速度太快了，快到毛子俊根本来不及反应。等他回过神来想躲已经晚了，因为于根早已磕下了2个头。对上双眼炯炯有神的于根，毛子俊好无语呀。他就吃个西瓜的功夫，怎么就突然多了个徒弟呢？看着江明红，又看看谢渊，毛子俊突然想哭，不能因为他读书少就老是欺负他呀。对上这2个人，他感觉自己就跟二傻子似的，稀里糊涂的签了卖身契，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江明红传授于根的棍法。现在好了，连心法也保不住了。江明月看着一脸悲愤的毛子俊，扭头埋在男人的怀中笑了起来。而谢渊看着小女人肩膀一抖一抖的，轻轻的揉揉她小脑袋，拿起了一块甜瓜塞给了毛子俊。毛子俊发泄似的接过来咬了一口，看着于根，你起来吧。于根却并未听他的，而是望向了江明红。还不快谢谢你师傅。多谢师傅。他动作急切而又汹涌，不断的深入勾缠。我毛家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一些，我可以将齐眉棍的心法传授给他，但不能收于根为徒。茂家的规矩？什么规矩？行。毛子俊走到了于根面前。你随我来。这一次于根并未请示江明红，屁颠屁颠的跟着毛子俊走了。江明红看着2人进了后院，拿起一块甜瓜递给姐姐，然后解释道：毛家祖训，毛家剑法和心法只传给毛家人。哦。少请。书房内，江明月手托着下巴，看着2人绘制的宛平到沿江府的地图。他第一次知道竟有8条路线可以供选择，而现在他们要在这8条路线之中替毛子俊规划出最为安全的一条。谢渊和江明红探讨路线的时候，左手突然就朝着江明月这边伸了过来。他低头疑惑地看着他的手，谢渊张开了修长的手，余光看向他，又瞥了瞥自己的手。男人虽然一句话都没说，可江明月确实已经明白他的意思。他唇角上翘，将自己小手伸了过去，放在了他大手上。男人第一时间就握住了他的手，拇指指腹摩挲他手背，时不时地回上1-2句江明红的话。他抽了2次手都没有抽回来，只能倾斜身体朝着谢渊靠了过去。察觉到他动作，男人身子微微地朝他这边侧了一侧。江明月小脑袋搭在了谢渊肩膀上，小小声地对男人说：好痒啊。虽然姐姐声音很小，可是江明红还是听到了。他说话的声音顿了一顿，扫视了一眼2人紧紧握在一起的手，警告地看了眼谢渊。谢渊神色自若。进入沿江府的这一段路最是危险，毛子俊的敌人一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。他沉声和江明红说话的时候，徐徐地松开了小女人的手。感觉到男人不再摩挲他的手背，江明月缓缓地吐出一口气，抬头看了一脸认真的谢渊，眼底闪过了一丝狡黠，低头把玩起他的手来。男人的手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，也许是经常练字的缘故，掌心里有一层茧子。江明月轻轻地将它们捏在一起，松开，然后再捏。如此玩了一会儿之后，男人突然握了一下他小手，示意他乖一些。江明月终于放过他手中的薄茧，注意力转到了他手背上。江明月轻轻地摸摸他指甲，又摸摸他手指，抬头看他喉结耸动一下。江明月的眼中带了些许笑，低头飞快地轻轻咬了一下他手指。谢渊的呼吸瞬间就乱了。先这样，你可以想想我的计划可不可行。他说完，拉起小女人就走了出去。江明红望着离开的2人，挑挑眉，到底没说什么，低头看着他们挑选出来的路线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而这边，谢渊将小女人拉到外面，俯身就吻了上去。他动作急切而又汹涌，不断的深入勾缠。谢渊把小女人拉到外面，俯身就开始亲吻。江明月只感觉双腿发软，后退一步，可男人好像不满，伸手就搂住了她的腰，薄唇在她粉唇上来回的温柔的吸吮。直到后院传来一阵说话声，他这才气喘吁吁的松开了怀中的人儿。而此时的江明月鼻尖身上都出了一层薄汗，双眼迷离，面泛春色。谢渊捧住她的脸，又轻轻啄了2下，声音沙哑：乖一点。
再这样下去，他恐怕等不到成亲就会吃了他。男人眼中的深情、渴望和情欲就这样赤裸裸地展露在江明月的面前。江明月害羞地低下头，脸在他胸口上蹭了一蹭。谢渊爱怜地摸摸他小脑袋，看着毛子俊和鱼根走了过来，他松开小女人，上前2步遮住了他。我的伤已恢复了七七八八，决定后天就回沅江府。再不走，他恐怕会被2人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后天就回？他很怕自己刚才是出现幻听了。毛子俊点点头。以你的速度，多久能到沅江府？半月。那也就是说，半个月后爹娘就能收到他们的信了。江明月高兴激动的都想跳起来了。我回去收拾东西写信。江明红听到2人的对话，从书房里出来，看了一眼一脸欢喜跑回家的姐姐，和谢渊对视一眼之后，领着毛子俊走进了书房，将刚刚规划好的路线递给了毛子俊。在看什么？谢大哥，咱们以后也会很幸福的，对不对？也不知什么事让小女人有感而发，谢渊很坚定地说：对，咱们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。江明月笑容灿烂，握住了男人的大手。咱们回家。中午我从凉面馆特意带回来一些面酱，给你做了些凉皮。快走快走，我正饿着呢。夕阳下，路上行人少了很多，这给江明月勇气。他直接抱住男人的一条胳膊，亲昵地靠在了他肩膀上。地上的2个人的影子交缠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道。谢渊看着格外黏他的小女人，低头亲了一下她光洁的额头。2人依偎往前走，直到回到枣林胡同，这才分开。姐夫，回来时我路过军友来，我订了6道菜，晚间咱们一起吃饭，就算是给子俊大哥进行了。你们意下如何？可我回家换衣裳拿信，一会儿再来。好。2刻钟之后，素姨做了3道菜，我一并提了过来。我来。等到饭菜都摆到桌上，毛子俊深深地吸了口气。好丰盛啊！来，咱们碰一个。谢渊、江明红3人纷纷地举起酒杯。谢渊喝酒之前，看着小女人，特意地叮嘱了一句：我们一口干，你随意。4人喝了酒，毛子俊和江明红闲聊时，余光观察起了一番坐在一起的2人。谢渊会很体贴地给江明月加一些菜，而江明月呢，会将不喜欢的都挑出来又加给谢渊。例如牛肉和猪肉，江明月只吃瘦肉，青菜呢也只吃最嫩的那一点点。这些在毛子俊看起来就有些作了，也得亏谢渊能忍，还愿意宠着他。那句话这么说来，还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儿。江明月吃了个6成饱，终于放下筷子，谢渊盛了1小碗的凉皮放在他面前。怎么不放辣椒？你最近要吃清淡点。江明月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他的鬼水就要来了，怪不得男人今日给他准备的是红糖姜水。不曾想，他竟然默默地记住了自己来鬼水的日期。这男人当真是细致体贴呀！被感动的江明月趁着弟弟毛子俊不注意，将左手伸到了桌子下，放到了男人大腿上。他很明显地感觉到男人肌肉瞬间紧绷一下，然后又放松了下来。江明月抬头看了一眼神色自若的男人，在他大腿上轻轻地画了个圈，然后在圈里画了眉毛、鼻子。一个笑脸还没有画完，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就握住了他的小手。江明月抬眸对上男人深邃而有些炽热的双眸，那是一点都不怕，反而是笑盈盈地看着他，声音又低又软：谢大哥，我好想亲亲你啊。这话一出，谢渊眸色瞬间转身，不过面上却仍旧是一本正经。他轻轻地捏了捏江明月的手，正欲开口，却听到旁边噗的一声：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！江明红看了一眼慌里慌张的毛子俊，又扭头微眯眼睛望向了姐姐和谢渊。失策了，倒是忘记桌上还有一个武功高手。脸皮发烫的江明月默默地收回手来，低头开始吃凉皮。谢渊神色并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吃饭。哎，毛子俊都恨不得将自己耳朵堵上，他真怕2人会杀人灭口。而弟弟江明红呢，从谢渊的脸上没看出什么，夹了个虾包好了，放进了姐姐的碗里，提醒道：好好吃饭。江明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将虾吃了，接下来都异常的老实。吃过晚饭，江明红将小包袱递给了毛子俊，郑重地向他行了一礼：子俊大哥，拜托你了。毛子俊急忙扶起他：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亲手将这个小包袱交到你爹娘的手里的。谢渊打开抽屉，将早就准备好的银两递给他。一旦遇到敌人，如果不敌，该跑的时候就跑，不要逞匹夫之勇。我知道了。毛子俊感觉钱袋子沉甸甸的，他乐呵呵的笑了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姐弟二人向毛子俊告了别，江明红看着姐姐说：“回家吧。”江明月扭头求助的望向男人，他还想亲亲呢。谢渊喉结耸动，对江明红说：“你先回，我和你姐还有话要说。”这一次江明红可没有退让。已经很晚了，有什么话明日再说也不迟。江明月看看弟弟，又看看男人，最终低下了头。我们回去了，谢大哥晚安。晚安。二人的声音里都带着些许的遗憾。毛子俊在寅时2刻就背着包袱悄悄地离开了谢家。走出胡同的时候，他又回头望下胡同中紧挨着的2户人家，他心中有些不舍。这次从家里偷偷跑出来，虽然险些丢了性命，可是意外的让他结交了2个朋友，哪怕回去会因此受罚，他也觉得很值了。就包子而言，余杏已经出师了。江明月知道，这些时日素娘做饭的时候，余杏和石榴都跟于他身边一起打下手。素娘虽然没有特意的去教导2人，确实也没有藏私。余杏学得很快，石榴就不行了。他在厨艺上并没什么天赋，反而是绢花越做越好看。余杏虽有点小心思，但可以信任，以后厨房上的事情可完全交给他。江明月点点头，又将茶水铺的事情给他说了一番。以后每一季我最少也可分240两，总算不再是入不敷出了。离开元江府时，爹娘虽然给了咱们不少钱，可看着手里的钱在一点点变少，我还挺慌的。江明红闻言这才知道，姐姐这些时日竟一直都在担心入不敷出的事儿。他这个弟弟做得太不称职了，竟一直都没有察觉到。姐姐不必为钱的事情担忧，弟弟有赚钱的法子。我知道，我弟弟这般聪明，赚钱对你来说就像是壁上抓针磨，手到擒来。不过你将来要入仕，就不能再行商贾之事，会被别人诟病，会被读书人排挤的。阿姐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开分店的事，阿姐是怎么想的？可以开，但不是现在，最好是明年。看来姐姐看得很透彻嘛，倒不用她再多说什么了。毛子俊什么时候走的？某时初，我起来他已经离开了，我猜他应是寅时走的。哦。今日给小红他们上了课，我要去一趟京都，恐明日下午才能回。我晓得了。谢大哥这时候进京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姐姐还不知谢恒3人的事，我想让他也欢喜欢喜。如果不是毛子俊的事绊住了脚，他早就进了京。焦明红闻言，想到前世五皇子府未来2个月发生的事情，他犹豫了片刻之后，还是决定提醒谢渊一句话。毕竟他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谢渊好了，他们才能好。姐夫，五皇子妃恐撑不过这个夏天了。此言一出，江明月顿时一惊，下意识地扭头望向了弟弟，而谢渊眸中暗流涌动。我知道了。江明红点点头，并未再说什么，而是先他们一步离开了胡同。江明月望着离开的弟弟，知道弟弟突然来这么一句，说明了五皇子妃的死对于谢柔的影响应该很大。谢大哥，弟弟不会无故方食的。我知道。二人走到溪水大街时，谢渊突然牵着他来到了一个胡同拐角处。江明月一脸困惑地看着男人。昨晚吃饭的时候你说的话可还记得？我说什么了？江明月装傻充愣。谢渊沉默地看着他。明月，我到明日下午才能回来。江明月的小脸儿微微一红。会不会被人看到？不会，我观察过这条胡同，这个点儿胡同里的人都已出去，再就是咱们站的地方很隐蔽，即便是有几个过路人，即便不走近也看不出来。感情这人蓄谋已久呢。江明月抬眼扫向四周，确定无人，才小小声地说：行吧。谢渊望着他，眸光明亮，却是没动。江明月也没动。谢渊的眸子逐渐变得深，变得烫，声音其实依旧很平稳。不是你想亲我？江明月咬咬嘴唇，对视上男人鼓励渴望的眼神，他小小声地说：那你俯下身子来，不然我够不到。
谢渊嗯了一声，然后低头俯身凑于他面前。江明月踮起脚尖，快速的于他唇上亲了一下，转身就走，男人却一把抓住他的手。明月，这样敷衍可不行。话音未落，已经封住他的唇。这一次，男人的吻如狂风暴雨。谢大哥，我有点头。谢渊闻言，这才松开他，不过依旧紧紧地搂住他的腰，以鼻尖挨着鼻尖的距离看着他。男人清俊的眼眸中，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，开始变得滚烫灼热，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。江明月红着脸，软趴趴地趴于他怀中。谢大哥，你还好吧？谢渊控制着呼吸，低头抱着他。不好，他现在一点都不好。无事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已经是7月20。暗暗的在江府外面盯了2天的毛子俊看着二哥说：“你在外头接应我。”毛老二点点头，神色凝重的提醒道：“小心点，那几道气息可不弱。”毛子俊嗯了一声，瞅准机会进了江家。这江家并不算大，毛子俊却是用了1个时辰，这才来到了姜文二人的卧室。实在是盯梢的人太多，他不得不谨慎行事。我是你们儿女派来的，怎么证明？你见过明月明红？他们在哪儿啊？可还好？我包袱里有他们写给你们的书信。毛子俊说着，将怀中的包袱递给了他们。是明月，是明红。姜文闻言接过了玉佩，终于查看，忽听毛子俊说：“有人来了。”姜文、沈冰心第一时间上了床。毛子俊闪身躲在暗处，屏住了呼吸。他看到有人在床前悄无声息地站了一会儿才离开。又过了1炷香，确定那人已经走远，毛子俊低声道：“人走了。”姜文知道外面都是眼线，时间很是紧迫。不知少侠怎么称呼啊？你是在哪儿遇见我那一双儿女的？我是毛家人，名唤毛子俊。前些时候我到京都游玩，被人暗算受了重伤，逃到宛平。是你们儿子江明红救的我。知道我的身份后，他特意托我给你们送一封信。原来他们在宛平。他们可还好啊？他们很好。毛子俊快速地将二人的情况给他们说了一番。毛少侠，明晚可否请你再来一趟，帮我们寄封信？没问题，你们休息，我明晚再来。目送毛子俊跳窗离开之后，夫妻二人默不作声，重新躺在了床上。毛少侠应已平安离开。姜文嗯了一声。夫君，他刚才说咱们的女儿定亲了。小红明月信中应会交代此事，你先看信。你先看信吧。行。姜文打开了密道的入口，床板翻转，他进入到密室之中。沈冰心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了床，重新躺上去。密室之中，姜文点燃油灯，掏出怀中厚厚的2封信，小心地把女儿的信放于一侧，拆开儿子的1个巴掌大的小册子掉了出来。姜文捡起册子，先放于一边，拿起信看了起来。1封信看完，姜文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，一直压在身上的石头突然就落了地。他们有救了。姜文又把儿子的信看了一遍，这才小心地收起来，拿起册子翻看起来。册子上密密麻麻记录了很多谢渊的日常行为，通过这本册子，他对谢渊算是有了一些了解。少顷，姜文放下了册子，他拆开了明月的信。相比儿子，女儿的信就详细很多。信中不但详细讲述了他们一路北上的经历，还很详细地说了一番进入宛平后的事情。看过儿子的手册和女儿的信，这谢渊倒是个良人。冰心，明日你和毛少侠一起离开，我来为你们掩护。出了府后，你带着江安他们去宛平。不行，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。你先听我将话说完。我不听。一旦听了，她一定会被丈夫说服，毕竟这些年都是如此。可这次不一样，她怎么可以留着丈夫一个人面对威胁呢？冰心，女儿出嫁，如果没有爹娘操持，会被夫家的人看不起。况且，我不想咱们和女儿都留有遗憾。沈冰心闻言沉默了。明年，也可明年再成亲。如果明年和今年一样，咱们还是脱不了困难。再就是，这门亲事不能拖到明年。为何呀？
谢渊并不是普通的寒门之子，他有一个名扬天下的老师，他的师兄们个个都是朝中重臣或者封疆大吏。明年他一旦高中，那就是一块炙手可热的香馍馍。到时会有大批的权贵清流想方设法的和他联姻，那时还轮得到咱们的女儿吗？再就是儿子说，他和谢渊已达成共识，明年。也就是说，咱们能不能脱困，还要倚仗这个女婿了。咱们之所以深受其困，正是因为朝中无人，所以他才敢这样的随意拿捏咱们。可有了这个女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儿子的信看则只是将谢渊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番，其实他隐晦地告诉了他很多很多信息。女儿和谢渊的亲事一旦成了，他们两方可以相互助力，谢渊可以帮他们脱困，他们可利用手中的东西帮谢渊开路。去宛平吧，替我好好的看看谢渊，只有亲眼看一看，咱们才能放心的将明月托付给他。再就是咱们的儿子也需要咱们的帮助。可你这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。你放心，东西没到手之前他不会杀我，你走后我会让崔兰易容成你，应可以欺瞒那些人一段时间。沈君信闻言沉思了片刻2月之内我一定赶回来。好。夫妻二人达成共识。宛平，江家。天刚破晓，江明月就醒了。本来今日调休，他可以多睡一会儿，可没想到帐子里飞进来几只蚊子，嗡嗡嗡的吵得他不得安生。他洗漱完，看着16提着食盒走出来，知道16要去给谢渊送饭。给我吧。哎，怎样样的？江明月颇为委屈的撅撅嘴，没有睡好，昨晚帐子里面飞来几只蚊子，飞来飞去的，他们还咬了我好几口呢，都痒死了。咬到哪儿了？手腿和脖梗。谢渊低头看女人脖梗上有一个小红包，伸手轻轻地摸了摸，嗓音温润。我给你擦点药，一会儿就不痒了，没事。我来给你抹药。江明月乖乖地将手递给了他，把药膏点于小红包上，然后他轻轻地按摩起来。江明月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一会儿过后，谢渊问他还痒吗？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。脖梗这里还有好几处呢。我看看。男人靠得很近，闻到他身上所特有的药香，江明月伸手抱住了他，轻轻地在他怀中蹭了一蹭。谢渊抬手温柔地揉揉他的头发，身子没动，任由他抱着，耐心又细致地为他抹药。也不知为何，这次药膏涂抹在叮咬之处有些刺痛。疼？忍着点，你这里有几道红痕，其中一处还破了皮，不过一会儿就好。讨厌蚊子。的确讨厌。中午我带些驱蚊药回来，你撒在帐子内，应就不会有蚊子了。好。等到谢渊将所有的小红包都涂上药，舒服下来的江明月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，他还有些困呢。来，咱们出去吃饭。我不想吃，只想睡。就在我这里睡可好，省得回去又被蚊子咬了。江明月点点头，起身懒洋洋地走到了床边坐下。脚尖高大的男人突然在他面前蹲了下来，脱掉了他的绣花鞋。他神色极其自然，自然到好像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大清早的江明月又被这体贴的男人感动到了。睡吧。你能不能陪陪我，等我睡着了再走？好，睡吧。江明月很听话地闭上了双眼，在男人很有节奏的轻拍下，很快又昏昏欲睡起来。阿锦呢？睡着了。昨日他闺房里进了几只蚊子，一夜都没睡好，我就让他在我这里休息会儿。江明红虽然知道这样不妥，但总不能冲进来将睡着的姐姐再喊起来。只此一次。谢渊只当什么都没有听见，二人一边往外走，谢渊一边说：我观你近日心有些不静，可是在担心毛子俊？也不知他有没有平安抵达远江府。他不是傻子，路上遇到不可敌的敌人，只要不和他们正面交手，跑还是能跑得掉的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你就不要乱想了。过2日，于夫子会带着你们去衡山书院参观，你准备下。江明红是知道衡山书院的，就在京都，而且还算熟悉，毕竟他前世去过好几次。想到这儿，他突然想起了一桩前世轰动京都的杀人案，那个人就是衡山书院的学生，而且他奶奶……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可需要我为你请假？不用。
谢渊眯眯眼睛，本以为江明红也会很排斥入京，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。被谢渊目不转睛地盯着，江明红只感觉压力山大。快走吧，别迟了。谢渊望着疾步离开的少年，玩味地笑了笑，抬脚跟了上去。午时初，谢渊将艾草桂皮放入灶房，走进书房，待看清楚江明月手中拿的是什么之后，深邃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慌乱，大踏步地冲进了书房。凌乱的脚步声传入耳畔，江明月从小黄画本中回过神来，就只见一只修长的大手从天而降，盖在了画本上。江明月伸出了一根纤细的手指，轻轻地点了点谢渊的胸膛。你怎懂那么多？除了我，你是不是还喜欢过别人？要不然怎么能写出这般精彩的故事？江明月本欲消除男人的不安和紧张，可这话一出来，他却成功的把自己给气着了。只要想到谢渊还对别的女人那么温柔，那么体贴过，江明月就撅起了嘴巴，有点不能忍。谢渊呆愣了片刻，他看了他写的画本之后，想的就是这个。他哭笑不得的同时，瞬间镇定下来。被我猜中了，讨厌！除了我，你怎么还能喜欢别人呢？回答仅仅慢了几息的谢渊看着少女因为生气而完全涨红的小脸儿，他笑了，抬手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脸。我在生气，你还笑？别动手动脚的。二人相识至今，谢渊还是第一次见他生气，只觉得很可爱，感觉也很新奇，所以他并未第一时间开口解释，而是迅速地换上了另外一只手，见缝插针的又捏了捏女人的脸。你欺负我？没有。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怎么能写出这般精彩的故事来？他不依不饶，疑神疑鬼。谢渊低头安抚地亲了亲怀中小人儿的额头，然后直视他的眼睛。没有喜欢过别人，除了你，再不会有其他人能让我为之心动。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哄我呢。不是甜言蜜语，都是我的真心话。那时我还只是童生，又没有完全摆脱谢恒二人的控制，光是读书和提防二人的算计，就又花费了我所有的心神，又哪里有时间喜欢别人？哦，那这画本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时我很缺钱，书铺掌柜的给我提了一个建议，让我写这种风花雪月的画本，说是卖得极好。他担心我不会写，特意给了我几本画本让我研究。你是说，你书里的那些描写，都是研究了那几本画本的缘故？谢渊嗯了一声。是哪几本呢？让我看看。谢渊耳朵慢慢的红了，双眼飘忽了一下。没了，早就不卖了。没了？你心虚什么？没有心虚。谢渊试图将这件事情掩盖过去，江明月伸手就捏住了他的耳朵。没有？那你耳朵红什么？有些尴尬的谢渊这次直接不说话了。江明月看男人默认了，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。好看吗？我也想看。谢渊剧烈咳嗽起来，都惊呆了。明月，现在不行，等咱们成亲后。成亲后就可以看了？到时咱们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。哦，谢大哥，亲一个呗。你书中就有这样的描写，咱们也试一试如何？掌柜的，你们这里收不收绢花呀？收。那行，我这里有一些绢花，1文钱1朵卖给你了。韩兰兰闻言有些期待地打开了包袱，拿起几朵绢花看过之后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这绢花颜色单一，做工粗糙，而且用的乃是最下等的麻布，别说是1文钱1朵了，就是1文钱10朵他也不愿意收。您去别处问问如何，我们这里不收。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？刚才还说收呢，现在又说不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锦绣坊开了这么多年，像今日这样的人，韩掌柜不知遇到了多少。江明月几人都相信他能处理。果然一会儿过后，那妇人气势越来越弱，几句话被韩掌柜对得哑口无言。别以为我是乡下妇人就好欺负，掌柜的，当真不买？不要。这一句话彻底激怒了妇人。江明月看他将手伸向了篓子，高声喊了一声小心。韩掌柜，小心！韩兰兰只感觉脖子上一凉。啊！又说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呸！让你欺负我！我这绢花你买还是不买？买！快将这蛇拿走！江明月赶到了柜台前，一看是一条无毒的蛇，顿时松了口气。
瞥了一眼那个嚣张至极的中年妇人，他疾步绕到了柜台后面，伸手将韩兰兰身上的蛇给抓了起来。掌柜的别怕，没事了。此时张珊珊几人已经来到了柜台前，看着被吓坏的韩兰兰，几个人都气得不行。贺婶，将铺门关了。王叔，你去请捕，快过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开口的同时，他手脚麻利，就开始往外冲。眼疾手快的张珊珊一把抓住他，贺氏趁机关上了铺门。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江明月就杀了蛇，扶着韩掌柜坐下来，温声的安抚：你看蛇已经被我杀了，别怕，没事了。他刚才好像咬了我一口。没事，这条是无毒的。听着韩掌柜的声音还是发颤的，江明月赶紧安抚他，同时又抬头看向中年妇人，就见那妇人再次将手伸向了篓子。你们小心点，他手里还有蛇。这中年妇人看冲不过去了，怒火中烧，反而将矛头对准了江明月。刚刚平静下来的韩兰兰望着砸在身上的蛇，身体一颤，昏迷了过去。张珊珊看中年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敢行凶，真是气得火冒三丈，拿起尺子不管不顾就朝他打了过去。柜台后面，江明月并没有乱动，他怕惊扰到韩兰兰身上的蛇。这条蛇竟是毒蛇，至于掉在江明月身上的那条蛇，则被他第一时间就抓住了。江明月盯着游走在韩兰兰身上的毒蛇，用空闲的左手拿起了一把尺子，瞅准机会，眼疾手快，把毒蛇给挑了下来。几息之后，江明月看着被自己剪死的2条蛇，他虽然并不怕蛇，却觉得极其恶心。他避开了死蛇，扶起了昏迷的韩兰兰。虽然知道毒蛇并没有咬他，但江明月还是不放心的又检查了一遍，确定韩兰兰无事之后，仰头就见张珊珊、贺氏和中年妇女扭打在了一起。掌柜的没事吧？惊吓过度，晚上可能会发烧，我开个方子，吃上几天应就无事了。不过他最好好好休息几天。谢大哥，你开方吧。好。江明月并没有打扰谢元写方子，他回到了张珊珊身边，将这一情况小声地告诉她：明月姐姐，今日你也受惊了，回去之后好好休息。锦绣坊暂关门3天，3日之后再开工，这3日工钱照付。好，咱们回家吧。等我片刻。谢元和栾毅说了一声，牵着江明月来到了药堂，抓了一些药，带着他离开了药铺。枣林胡同，谢渊拉着江明月回到家里，拉着他的手坐于水井边，一边为他清洗双手，一边问他：他们都没事了，你呢？江明月没想到谢渊会这么说，仰头看着他，神情正然。怕不怕？江明月的眼中瞬间升起了一层水雾，身体前倾靠在了男人的怀中。他又怎么可能不怕呢？他怕得要死，更何况其中还有一条毒蛇。可是怕又有什么用？当时根本无人能帮他，如果他不出手，韩兰兰可能会死。没人知道他杀蛇的时候那手都是抖的。怕，都吓死我了。而这一瞬间，谢渊只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人用力的揪住似的，抱紧了怀中的人儿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江明月闭着双眼靠在他怀里，并没有说话，闻着男人身上所特有的药香，他的情绪慢慢的稳定了下来。谢大哥，我没事了。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抱着他直接站了起来，身体突然腾空，江明月吓了一跳，慌乱之中他攀上了男人宽阔的肩膀。虽说老人之间更亲密的事情他们都做过，但江明月还是有些不好意思。公主抱呢？他的怀抱比自己想象的要结实有力，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。没想到他一个文弱书生，竟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将他抱了起来。想到这儿，江明月忍不住地往他胸膛上摸了一下，他只感觉男人身体微微一僵，紧接着又放松下来，然后无奈又宠溺地叫了一声明月。江明月的小手慢慢地变成了拳头，不敢乱摸了。谢渊将怀中的人儿稳稳地抱进了正堂，动作温柔地将他放在了椅子上，然后在他面前蹲了下来。明月，以后别这样了，是我自私也好，冷血也罢，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，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别人的死活我不在乎，也不关心，但你绝对不能有事。谢渊声音很轻，可是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了江明月的心里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。谢渊神色松动了一些，再次将他抱进了怀里，二人静静地相拥了片刻。阿姐，怎么了？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，睡着了。咱们先吃吧，
让他再睡会儿。现在睡，晚间恐怕该睡不着了，还是将他唤起来吧。不急，他刚睡着，再等等。今日之行可有收获？收获极大。结交了赵静，还知道他那位好姨父现在过得并不好，可不就是收获极大吗？不过想到陈娟的婚事，姐夫，你觉得林夫子3年后可能中举？林寒山刻苦又好学，努力3年有望中举。想办法毁了这门亲事。江明虎想了一下，随即打消了这一想法。代价太大，再就是来不及了，还真是便宜他了。你这表情实在不像是高兴的样子，怎么，他得罪你了？他并未得罪我。谢渊点点头。这话就很有意思了，得罪他的难道是林寒山的亲人或朋友？男人要心胸宽广一些，大气一些。你将来是要进官场的人，凡事不要太过计较。红知道了。你觉得衡山书院如何？挺好的，沈瑜希望我明年能同他一起考进衡山书院。觉得有压力了？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清楚，努力个1年考中秀才并不难，但是考进衡山书院我还真没有把握。你倒还挺有自知之明，不过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能不能考进去？时间不等人，如果你不能努力追上沈瑜的脚步，你们终将会渐行渐远。我知道了。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尽力而为即可。焦明红轻轻点头。我去唤姐姐。好。焦明红来到书房，看着睡得很香的姐姐，虽然有点于心不忍，但还是将她叫了起来。小红，你回来了。吃完饭再睡如何？好。焦明月起来时只感觉浑身软绵绵的，差点睡倒，幸好弟弟及时扶住了他。姐夫，阿姐越发热了。我身体一向都很好的，你们别担心。谢渊替小女人把了脉。风邪入体倒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就说我没事吗？我先给你施2针，这样你会舒服一些。谢渊施针的确不痛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焦明月并不排斥。而施过针之后，谢渊又给他按摩了一番。回去早些睡，明日清晨我再帮你把脉。不想走路。谢渊、焦明红不约而同的在他面前蹲了下来。焦明月看了看谢渊，又看了看弟弟，他笑了，最终趴在了谢渊的背上，主要是怕弟弟背不动他。焦明红看着姐姐病恹恹的，心中虽然有些不高兴，但却并未说什么，紧跟在2人身后就出了门。谢谢谢大哥，我回屋睡了。好，去吧。2人目送他进了屋子，谢渊扭头看向了焦明红，叮嘱了一句：让石榴或鱼性守夜，夜里他只要不烧起来就没事了。好好的，姐姐怎么会突然生病呢？锦绣芳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明日里你问问明月就知道了。累了一天，早些睡吧。哈姐，将锦绣芳的活计辞了吧。小红，我知你是为我好，但我不能在这时离开锦绣芳。那我就再给姐姐一些时间，年前你一定要离开锦绣芳。你即便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姐夫想一想。他是举人，你是他的未婚妻，现在你们还未成亲倒还好，别人即便议论也不会说得太难听，可你们一旦成了亲，这会是政敌攻击姐夫的最好理由。焦明月闻言望向了灶房内忙碌的人影。阿爹，我知道了。姐姐如果觉得待在家里无聊，咱们可自己开铺子。之前咱们手里是无人可用，但过段时间爹娘应会派一些人过来帮助我们。爹娘能派人过来，不会被敌人察觉吗？他小小声地问向弟弟。爹娘虽不异动，但是毛子俊可以，有他帮忙传递消息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你觉得爹娘会派谁过来啊？安叔肯定会来，再就是姐姐的贴身丫鬟苹果应该也会来。焦明月的双眼倏地亮了，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。其他的还有谁，我就不确定了。你这次去京都可有什么收获？咱们那位大表姐马上就要成亲了。你去拜访姨父和小姨了？我只是偷偷去看了看。没有被人发现吧？我很谨慎，没有。我记得大表姐名唤陈娟，比我大半年呢，这时出嫁倒也正常，就是不知表姐的夫家是何人了。她的夫家姐姐也认识，她的夫家正是林家。林家？他认识的林家只有一位？林寒山林家？听着弟弟嗯了一声，焦明月咕咚一声咽了口口水。这也太巧了吧，前些时候林婶还邀请我8月初6去他家喝喜酒呢。是啊，真巧。
真是让我吃了一惊。江明月闻言，那漂亮的桃花眼中眸光一闪，难道前世陈娟的良人并非是林寒山？小红，新娘是陈娟的话，那8月初6我还去林家吗？姐为何这么问？你想去的话就去，不想去的话就待在家里，既无任何意见。因为我感觉得出来，你很排斥、厌恶小姨一家。姐，你什么也不用说，我相信你这么厌恶他们呀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阿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理解我，这么愿意相信我。傻瓜，咱们姐弟之间说这些做甚呢？厌恶归厌恶，但姐姐不希望这种情绪影响到你。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的读书，尽快的考取功名。江明月说到这儿，望了一眼灶房里的男人，和谢大哥一起早些将父母救出来，其他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都不重要。我知道了，阿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乱来的。我信你。8月初6，你可以去林家，但千万不要告诉陈娟你的身份。我晓得了。谢大哥，8月初6是林公子的大喜之日，他可邀请你去喝喜酒了。谢渊点点头。那你去吗？去，林寒山此人可以结交。他母亲也邀请我了，到时咱们一起去可哈？这就是他们刚才提起林寒山的原因吗？谢渊的心里瞬间舒畅了。韩掌柜、贺氏他们可还好？看韩掌柜的情况，恐要休息很久，也不知东家会不会派一个新掌柜来。不会，最大的可能应是张珊珊暂管锦绣坊。倒也有可能。明日小侯他们月考，监考人是于夫子，我正好空闲了下，咱们去郊游如何？好啊，咱们去哪郊游？我知道一处地方，那里风景极好，且还有一条河，咱们带上鱼竿，到时候还可垂钓。江明月很爽快就答应了下来。翌日，谢大哥，咱们走吧。好。说起来，我都有1年没有骑马了。几街后，爹娘说我要养养性子，说我再这般跳脱，以后不好招婿，就再也不许我骑马了。江明月转过头来，望向那张让人十分惊艳的脸。我现在才知，真正喜欢我的人，不论我是怎样的，他都会喜欢。在他的面前，我只需要做真正的自己即可。谢大哥，遇到你，我3生有幸。遇到你也是我3生有幸，希望咱们余生执手共度，星月朝暮，深情不负。江明月笑了笑，看看吧，这读书人就是会说话。谢大哥，咱们比比如何？可。二人一甩马鞭，马儿嘶鸣一声，冲了出去。1个时辰过后，江明月随着谢渊总算到达了目的地。我去河边玩玩。慢点儿。我晓得啦。谢渊拴好马，将背篓从马背上提下来，转身望向在河边踩水的少女，下意识地紧蹙眉头。但当他的视线落在江明月笑得如同阳光一般灿烂的脸上时，眉头又缓缓地舒展开来，心想他难得带他出来一趟，之前去上清观就没有让他玩尽兴，今日且让他好好的玩一玩吧。他今天有带姜，一会儿给他煮上一些姜水，应该不会受寒。谢大哥，快来玩！快上来，我帮你拧。江明月看着面前的手，漂亮的桃花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狡黠，小手放在他手掌心的那一刻，用力地拉他一下。快下来吧。好玩吗？谢渊倒是一点都没生气，反而是一脸宠溺地看着他。可好玩了，你下来陪我一起玩啊。谢渊温和应了声好，他陪着江明月一起踩水，一起追逐浪花，一起用石头堆砌城墙。对他而言，这些年从未像今日这般的放松，玩得一般尽兴过。明月。江明月看到谢渊双眼倏地亮了。慢些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是好事，我见到你师傅了。你在哪儿见到的师傅？锦绣坊。江明月当即将上午的事情和谢渊说了一番。谢渊闻言很心疼地握住了他的手。累不累？老师应该是接到他信后，心中多少有不满，这才会刁难明月。当然应该也是想趁机看看明月的品性。累，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你老师说他日咱们成亲，他给咱们主婚呢。看来老师对明月还算满意，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觉得欺负了明月，心里过意不去。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老师愿意为他们主婚，这是好事儿。我晓得了，下午还去锦绣坊吗？去，我只请了半个时辰的假呢。我送你回去。我要先回家换身衣裳。好，咱们先回家，
然后再送你去锦绣坊。也不知沈先生有没有离开宛平，一会儿你要不要去询询他？师父既然回来了，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宛平。这里有一位他的知己，师父应会在他那里待上一段时间。哦，将你送到锦绣坊，我就会去拜见师父。15之前我会赶回来，到时咱们一起过中秋节。江明月笑容灿烂，点点头。谢渊亲自将未婚妻送到锦绣坊，这才离开。他先是回于氏私塾请了假，之后径直去了马市。少顷，他牵着马就来到了东市，大肆采买一番之后，就骑马出了城。谢公子请进，我家主子已经等候多时。谢渊点点头，迈步走进阁楼，走进正堂，冲坐于上方的老妇人恭敬地行了个晚辈礼。子敬见过婉仪。起来吧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婉仪风华依旧，不减当年呢。宋婉闻言，脸上露出一丝笑，抬手摸了摸自己秀发。你的那个方子很有用的，我吃了一段时间，头发已经渐渐转黑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可会喜欢？无论婉仪什么样，老师都喜欢。不过看到现在的你，老师回头恐又要用一段时间的面汁了。你这张嘴啊，就会哄我开心。子敬说的都是事实。还记得上次师父从你这里离开，被打击得不得了，用了大半年的面纸，赖老还嘲笑他一身胭脂水粉味儿。那老东西还活着呢。我观赖老身体挺好的，再过个10年8年，应是不成问题。那不成老王罢了，他可真够能活的。这话谢渊可不敢接，所以转移了话题。看来看去，还是婉仪养的菊花最有灵性，不知能否送子敬两株。谢渊来他这儿这么多次，这还是头一次开口索要东西，宋婉只觉得甚是奇怪。你何时喜欢上了菊花呀？我未婚妻喜欢，子敬爱屋及乌，就也开始喜欢上了菊花。未婚妻？小子前些时候定了亲。哪家的闺秀啊？他乃是沅江府人士，婉仪因不认识。阮江府？游历的时候看上的？是游历时认识的，他对小子有救命之恩。谢渊缓声将他和江明月的事情给宋婉讲述了一番。宋婉看提起未婚妻，唇角含笑，眼中满是柔情的谢渊，暗道了一声可惜呀。婉仪，晚间尝尝我的手艺可好？甚好，我让子怡帮你。子怡姑娘是婉仪深情为得用之人，还是让子怡姑娘随身侍候着婉仪身边吧，让雅叔搭把手即可。这小子是在避嫌？成。多谢婉仪。宋婉望着离开的人，忽然有些好奇，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姑娘，竟让谢渊动了心。有时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又特意换了身衣裳的沈墨进了竹林。小楼中的宋婉得知沈墨来了，下意识地站了起来，她飞快地往外走了几步，然后又停了下来，这样巴巴地去迎接他，好像自己多想他似的。不去。他走到哪儿了？已到了迷阵。那么快了？这一刻的时间对宋婉来说有些度日如年。一盏茶过后，他就有些坐不住了，他怎么还没来呢？该不会是半路走了吧？想到这儿，宋婉倏地站了起来，大踏步往外走。好吧，他必须得承认，他的确是想他了。毕竟1年多没见，到了他们这个岁数，以后也是见一面少一面，以后不知还能再见几面，出去迎迎他也无妨。宋婉先婢女们一步打开了院门，看着门外的人，脸上瞬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随即又收了起来，故作高冷。你来了？我来了。进来吧。子敬何时来的？申时初就来了。今晚怎么有口福了？宋婉听了这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。谢渊厨艺极好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即便是宫中的御厨做的饭菜都没有谢渊做的合他胃口。托你的福了，你不来，这小子可不会来我这里的。我不来，他来干什么？讨人嫌吗？他才不讨嫌呢，你这弟子嘴巴甜着呢。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花落外家了，我本还想着将蕊蕊下嫁给他呢。唉，可不是，我本也为他物色了2个合适的人选，谁知他竟已有了心悦之人。不过那丫头也不错。你见过了？沈墨嗯了一声。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很温柔，性子也好，就是单纯了点。
是个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所有想法的人。那是挺单纯的。黄昏，随着一盘又一盘的菜摆上桌子，宋婉一脸狐疑地望向了沈墨。这般丰盛啊！哼，为了他，我辛辛苦苦的从朝阳观下来，千里迢迢的回到宛平，他不应该为我多做几个菜？不是为了我？刚才这臭男人还说太想他，宋婉瞬间炸了毛。沈墨脸上表情微微一僵，这个说了嘴了。好在他机灵，眼神失意的望了眼外头。配合我一下，不然子敬不会老老实实的给咱们做饭的。说完，他握住了宋婉的手。在我的心里，任何人也比不过你。宋婉脸上的表情瞬间由阴转晴，一副算你会说话的样子。他挑逗的在男人的手掌心划了一下。晚上来我屋。被宋婉死死的盯着，沈墨最终屈服了。好，见过师傅。沈墨虚扶他一下，很有长者风范。起来吧。谢渊站了起来，拿起筷子，先是恭敬地递给了宋婉一双，紧接着才是师傅。坐下吧。谢渊坐下来，盛了一碗鸡汤，递给了沈墨。老师这一路辛苦了，多补补。谢渊可谓是一语双关呐。知道我辛苦，晚上就不要再请教我学问了，我需要好好休息。沈墨看着弟子意味深长，谢渊只当什么都没听出来，很是恭敬。是，师傅好好休息，弟子绝不敢打扰。沈墨听到这话顿时着急了。不行，1年没见了，我得好好的考教你，毕竟你明年就要会试了。谢渊温和一笑。考校的事不急，我会陪师傅在这里待上几日，明日再考校也不迟。沈墨闻言瞪了一眼和他唱反调的弟子，正欲开口，就听宋婉道：我看子敬说的对，考教的事儿留到明日就好了。宋婉握住了沈墨的一只手。晚上咱们好好休息。我能拒绝吗？再和去年那样，他的身体真吃不消啊。晚饭过后，谢渊很识趣地回到屋子里，并未再打扰二人。宋婉拉着不情愿的沈墨，笑容满面地进了卧室。再说枣林胡同，姐，今日不去姐夫那里了？不去了，你姐夫今日不在。江明红心想，怪不得姐姐坐着没动，往日里啊，他可是比谁都积极。姐夫不在，去哪儿了？去见他恩师了，至于他们在哪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恩师？沈墨先生？江明月笑着点点头。沈墨先生来宛平了？姐姐可有见到沈墨先生？对于这位传奇人物，他一直都是敬佩的不得了。只可惜前世的他身份太低，一直无缘得见老先生，也不知今生他一定可以，毕竟谢渊乃是他的姐夫。见到了。沈墨先生是个怎样的人？江明月想到沈墨，思忖了片刻，这才开口：是一个很睿智的老人，让我想到了老族人。再就是就在姐弟二人说话之时，距离宛平100多里地的一个小码头，沈冰心等船停稳之后，随着几位船客上了船。即便他身体极好，从沅江马不停蹄的赶路，他也是有些吃不消的。好在往后几日，他待在船舱里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。以现在的船速，中秋节应该可以赶到宛平。想到再过上3、4天就能见到自己一双儿女，沈冰心心中欢喜啊，期盼的同时也带着一抹担忧，也不知夫君那里现在如何了。我这套剑法如何？很是精湛。想不想学？师傅愿意教，子敬自然求之不得。想得美。谢渊看着抬脚就准备走的老师，很是平静。近来我也学了一套新的拳法，甚是不凡。练练。谢渊平复了一番呼吸，当着师傅的面就打起了太极拳。他刚打2式，沈墨就皱起了眉头，怎么慢吞吞的？可是很快的，他就舒展开了眉头。等到谢渊打完，他第一时间就开了口：教我。明月说了，这套拳法是祖传，不外传。明月？这拳是他教你的？谢渊点点头。真看不出来，他还会如此精妙的拳法。明月是内秀，不像弟子，不懂得藏拙，学了点什么，立刻就想显摆显摆的。内涵谁呢？他看着弟子笑了笑，转身就走。
谢渊并没有动，因为他知道老师一定会回头的。果然几息过后，沈墨走到他面前。交换，我用刚学到的剑法和你交换。成交。阿姐今日怎下工这么早？可是放假了？少东家给我们放了3天假呢。私塾这边呢？也是3天。未来3天好好的休息休息。近来我观你都瘦了。不是瘦了，是我又长高了。之前我只到姐姐的耳朵，现在我很快就能超过姐姐了。这一点江明月早就发现了。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为弟弟做新衣裳。这大半年你长得可真快。快一点好，这样才能保护好姐姐。近来学业很繁重吗？我观你现在的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的。夫子们留的作业并不多，弟弟只是想逼自己一把罢了。明年我想和沈云一起考衡山书院。我记得考衡山学院的首要条件必须是秀才吧？江明红点点头。那也就是说，弟弟明年不仅要成为童生，还要紧接着参加院试成为秀才，然后和大楚各地的学子们一起考衡山书院。江明月光是想想就感觉压力倍增。有一个目标是好事，不过在阿姐看来，什么都没有你的身体重要，凡事只需尽力，无愧于自己即可。阿姐不必担忧，弟弟心中有数。谢大哥回来了呢。谢大哥，我在。江明月看着男人，笑着朝他就扑了过来。谢渊伸手稳稳接住他，二人抱了个满怀。想死我了。江明月在他怀中蹭了一蹭，谢渊唇角含笑，低头亲了亲少女的额头。我也很想你。如果不是如此，他也不会在师傅和婉仪的挽留下，今日就急匆匆地赶回来。而江明红走进来，就看到了相拥在一起的二人，尴尬地咳嗽一声。你能不能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啊？谢渊微眯的眼睛略带威胁地望向了江明红。我又不瞎。江明红直接无视了谢渊。你们先进正堂吧，随便坐，我一会儿就来。谢大哥在忙什么？我帮你啊。江明红看姐姐跟着谢渊进了灶房，抬脚正准备往灶房走，谢渊回了头，二人对视一眼，无声交锋一番之后，江明红败下阵来，转身进了正堂。灶房内，你这几日陪着沈先生进山了？谢渊嗯了一声。小红现在不在。聪明如江明月立马就明白了男的意思，笑嘻嘻的重新投入他怀中。谢渊抱着少女，整颗心瞬间填满。这几日可好？挺好的，就是有些想你。下次我带你一起去。合适吗？合适。师傅和婉仪都是很好相处之人。婉仪？原来沈先生的这位知己是位红颜呐。他的表情太过于丰富，只看一眼谢渊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师傅和婉仪的事，我以后再跟你说。江明月虽然好奇的不得了，但男人不愿意说，他也没有纠缠，只是将话题转到了弟弟身上。小红想考衡山书院，这是好事，但路总是要一步步走的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我怕他压力太大了，会吃不消，你帮我劝劝他。科举就像走独木桥，小红已优于大楚70%的考生，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刻苦努力的去读书。我知你心疼小红，但我们应该相信她才是。她现在有这样的上进心很好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她。然后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。江明月是又惊又喜。那也就是说，弟弟有2年的时间了。这2年他只需像现在这般刻苦，在我和于夫子的指导下，2年后和沈瑜一起考入衡山书院是不成问题的。这事儿你不要告诉小红，免得她有所松懈。知道了。哇，哪来的菊花呀？想着您喜欢，特意向婉仪讨的。我的确很喜欢呢，谢谢谢大哥。这都是婉仪给你的，你看喜不喜欢？江明月只认识其中的2种，这都是很名贵的布料。回头可以做几身新衣服穿。江明月嗯了一声，收起了匹布。看看里面的东西喜不喜欢？谢渊将锦盒递给他，这可是他舍着脸向宋婉讨的。江明月闻言很好奇地打开了2个锦盒。我很喜欢，不过这份礼是不是太贵重了些？婉仪手里有很多好东西，给你的这些对她来说连9牛1毛都不算，你只管安心收下。再则长者赐不可辞。明日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可好？好。听珊珊说明日京都会有灯会呢，也不知咱们县有没有。在我们江元府，每年的中秋节都是十分热闹的，不仅会举办大型的灯会，湖畔还会游湖，当日城中灯火通明，路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摊位，卖什么的都有，也不知京都是怎么样的。
江明红听姐姐软糯的声音里透着几分对京都的向往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。他们晚上过去玩，应该没事吧？阿姐，明日咱们可去京都过中秋节，后日回，你意下如何？谢渊闻言，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明红。一直以来，他对明月入京的事都十分排斥，没想到今日他竟松了口。可以去吗？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咱们只是晚上出去游玩，后天就回来了，想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阿弟真好，明日咱们一起去京都好不好？好。明日去京都游玩的人一定非常多，咱们是不是提前过去，到客栈订3间房？不然我担心会没有地方住呢。不用，你忘了前些时候我在京城买了一宅院，明日过去我正好带着你们参观参观。谢渊看着姐弟二人说：以后那里就是咱们3人在京都的家了，如果需要改动的地方，你们就与我说，我请人改。不管谢渊是真希望他过去住还是假的，他能这样说，江明红已经很开心。住，他肯定是不会过去住的，不过他会在谢渊宅院附近再买上一个宅院，不就近看着姐姐，他实在是不放心。江明月听说是他们3个人的家，忍不住地抱住了谢渊的胳膊，于他肩膀的地方蹭了一蹭。谢大哥，你可真好。15这天，申时，江明月提着事先准备好的小包袱，随着弟弟出门前，他给了素娘16鱼杏10两银子。晚上你们可在家吃，也可以在外面吃。今日县里应是十分热闹的，好好玩。子时之前回来就行。多谢姑娘。江明月、江明红走出院门，和谢渊会合之后，径直去了马市。他们准备租马去京都。彼时的素娘将16鱼杏叫到了跟前。家里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要出去办点私事，明早清晨回来。苏婶婶，可需要我们陪你一起吗？不用了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什么事的。鱼杏看他走了，对16道：我有些不放心，跟上去瞧一瞧，一会儿就回。成，当心一点。我晓得啦。一会儿过后，一棵大树后面，他望着随着一群妇人坐车离开的素娘。素娘竟去了京都，她竟是京都人，或者说她有亲戚在京都。余杏双眼闪烁，沉思片刻，这才回到了枣莲胡同。再说同一时间，沈冰心走出了船舱。他本以为今日就能赶到宛平，陪着孩子们过中秋节，谁知前天河面上突然起了风，此时耽搁了1日，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到。平日里京都也这般热闹吗？平日人虽不多，但远不像今日这般热闹。我觉得一双眼睛都不够看了，今晚我一定好好逛一逛这儿。谢渊宠溺地看着他。只要你不怕累，咱们可逛到子时。我先带你们去看看宅院，安置好马，咱们就出去逛，如何？好。谢渊领着2人一边往青石胡同走，一边和他俩大致说了一番沿路的繁华。等到了青石胡同，江明红环视了一圈四周。姐夫当初在这里买的宅院花了不少钱吧？谢渊笑了笑，并没有说话，只是牵着江明月的手进了胡同。买这所宅院的开销可是他迄今为止花的最多的一笔钱。咱们到家了。江明月望着庭院，突然想起谢渊之前曾经问过他，如果在京都买一所宅院的话，他想买个什么样的。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。可喜欢？江明月重重点头。当然喜欢了，这所宅院谢渊完全是按照他的喜好买的。江明月的心中是又欢喜又感动。蓄谋已久。江明红听在耳朵里，眯起眼睛看向了谢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进屋看看。谢渊直接忽视了江明红，看着江明月问他：这些是谢大哥置办的，还是卖家送的？这些都是卖家送的。如此说来，这所宅院比他想的还要贵一些呢。你们对这所宅院可还满意？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？正房连接灶台房这儿最好修一条长廊，这样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，进进出出的也不用担心打湿衣裳。好，我记下了。还有吗？江明月看向了弟弟。江明红摇了摇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息一会儿。少请我带着你们出去好好的逛一逛，咱们晚间在外面吃。你刚才对着河灯悄悄许了什么愿？既是悄悄许愿，当然不能随便说出来了。你即便不说，我也能猜得到，肯定是求菩萨保佑小红平平安安，心想事成。
正放河灯的焦明红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扭头看向了二人。没有完全猜对哦，我还求菩萨保佑你平安顺遂，万事如意。焦明月说着说着，突然看到男人双眼中透着几分戏谑，知道自己上当了。哼，谢大哥，你欺负人。知道少女许的是什么愿后，谢渊心满意足，心中一片柔情蜜意。是我不对，明月，大人有大量，就不和我一般计较了。你有没有求菩萨保佑咱们能顺利成亲？一句话就把焦明月瞬间脸红，他还真的这样求菩萨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求……谢渊看着少女小脸瞬间红扑扑的，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君心似我心的欢喜，脸上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，正欲再问，远处的河面上隐隐约约传来了丝竹之声。看那边，舞娘们翩翩起舞，四周热闹起来，高喊声、喝彩声、口哨声不断。焦明月看着，有些男人双眼热切地盯着舞娘，哈喇子都流了出来，然后扭头看向了身边的两个男人。弟弟的注意力并没有在舞娘身上，焦明月心中甚是满意。再扭头，对视上的是谢渊那双明亮的双眸。知道男人的注意力一直都在自己身上，焦明月心里柔软的厉害。就这样与男人静静地对视了片刻。一会儿过后，谢渊扶手凑于焦明月的耳边。怎么了？焦明月笑着摇了摇头，再次望向了舞娘们。梨水，卖梨水啦！谢大哥，我想喝梨水。照看好明月，我去买梨水，很快就会。好，我的姐姐，我自会照顾好她。谢渊从人群中穿过来，来到了卖水的小摊位前，发现不仅有梨水，还有山楂水，一并买了一杯。付款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催促声：“哥，你快点，我都渴死了！”宋蕊先众人一步冲到了摊位前：“老板，给我来2杯梨水。”嘿嘿。谢渊从摊主的手中接过了竹杯，并不愿意在这里多浪费时间。不用找了。咦？宋蕊看了看男人，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惊艳。这再寻常不过的长衫，穿在这个男人的身上，却是有种说不出的好看。公子，稍等！这里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他喊的是谁呀？谢渊可并未停下脚步，已经快速在人群之中穿过，朝着焦明月二人走了过去。宋蕊看男子并未停留，抬步往男子方向走了几步，可惜男子速度太快，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。宋蕊柳眉微挑，停下了脚步。宋真走于妹妹身边。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烟火。谢谢二哥。说着，先宋真一步朝谢渊离开的方向走去。谢谢谢大哥。好甜呐。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响，夜空中突然绽放出了一朵姹紫嫣红的烟花，五颜六色，绚丽夺目。四周的人纷纷被烟花所吸引，驻足仰望。谢渊转头看向了身旁的人，烟火映亮了明月的眼睛。这一刻，谢渊觉得他的眼睛比烟火还要美，美到让人移不开视线。对焦明月来说，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他都没有少看过烟花。他并没有觉得现在的烟花有多么的好看。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朝河边走来，他轻轻地拉了拉男人的衣袖。怎么了？焦明月本欲告诉男人他们可以回去了，免得一会儿拥挤，可是看着男人在烟花的照映下俊美无比的脸，心中有些蠢蠢欲动起来。这一瞬间的焦明月十分大胆飞快地亲了一下谢渊的薄唇，那柔软的触感落于唇上，谢渊顿时一惊，为焦明月的胆大包天。他扭头飞快地扫视了眼四周，见大家都在看烟火，这才放下了心来，望着面前捂着嘴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的少女。咱们现在就回家。听谢渊说要回去，焦明月啊了一声，又没有反应过来，有一脸的迟钝，显得有些呆。可是看在谢渊的眼中，却是可爱的紧。回去了，你想怎么亲都可以。焦明月只觉得心中仿佛有只土拨鼠在叫，好兴奋呐！他一把握住了男人的大手。走，回家。另一边的宋蕊在边走边看护城河河边的人群，可惜始终没有见到那个人。在找什么？没有，我在看烟火呢。宋真并没有戳穿妹妹的谎言，只是往人群中多看了几眼。谢大哥，咱们以后都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不可能的。焦明月撅了撅嘴。不过
我会永远都让着你的。一句话让江明月笑靥如花。江明红老老实实看着二人在旁边秀恩爱，往自己怀中摸了一摸。哎，小册子忘带了。距离青石胡同还有一段距离，咱们租辆马车回去。谢渊带着二人走到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马车。谢渊看江明月又打了几个哈欠，见四周人已经少了很多。上来，我背你，你可在我的背上睡会儿。不用了，咱快些走吧，等会我累了再跟你说。三人就这样说着话，不知不觉到了青石胡同。江明月望着近在咫尺的宅院，长长的松了口气，他是真的有些累了。我背你。这一次江明月并未拒绝，乖乖地趴在了谢渊的背上。亥时末，宋真把妹妹宋蕊送到了宫门口。快回去吧，别让贤妃娘娘担心。二哥，今日谢谢你了，我玩得很开心呢。宋真嗯了一声，目送宋蕊进了宫，这才离开。皇宫对面的一角，素娘望着离开的人，双眼微红地从暗处走了出来。她别过脸，擦掉眼角的泪水，重新戴上面纱，转身就走。可睡好了？刚刚起来的江明月整个人都是呆呆的。谢渊看他嗯了一声，可是半天没动，便拿出帕子放进水盆，拧干水叠成小方块，给江明月擦起脸来。江明月就仰着小脸儿，闭着眼睛，配合着男人给他擦脸。一直以来谢渊都特别会照顾人，就像此刻给他擦脸的时候，也不是随意的擦几下就完事儿，他是先擦脸颊，然后用边角处擦拭鼻翼和耳朵。而江明红正好此时从书房出来，望到这一幕，只觉得一会儿都不用吃早饭了，已经吃饱了。看着他们两个，一个犯懒，一个愿意照顾，自己作为弟弟能说啥？只好先二一步进了前院。谢大哥，你可真好。我在想，回头你要是有个不舒服的，我来照顾你的话，恐怕不会像你这般细致。突然觉得好丢人啊。谢渊清洗干净帕子，一面给他擦手，一面说：为了不让你丢人，我以后尽量不生病。生病的事儿又怎么可能受咱们自己控制呢？谢渊笑了笑，并未多言。替江明月擦完手，谢渊看着近在咫尺的如花笑脸，又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蜻蜓点水一般的吻。亲一个。这话题转得有点快。明月下意识往前院看了一眼。小红一时半会儿你不会进来，所以亲一个。昨日里那个吻太短暂了。你能不能别询问？如果答应你会显得我很不矜持，那拒绝你我又不愿意，这会让我左右为难的。抱歉，以后都不会了，怕你不乐意。今日这个吻特别轻柔，没有索取也不强势，只不过二人并未亲吻太久，因为江明月很清晰地能感觉到谢渊的传家宝在蠢蠢欲动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很担心他会刺伤自己，所以他倏的一下就睁开了眼睛，双手推开了男人。谢渊沉沉地喘了口气，你先去前院，我很快就来。江明月嗯了一声。看男人疾步去了茅房，他脑海之中想的是，这男人大清早的呀，果然很容易动情，少不了要做一次手艺人喽。应该是姑娘少爷回来了，我去开门。从小到大，这还是他和哥哥第一次分开这么久，也不知道哥哥昨天晚上有没有睡着，有没有做噩梦。这位夫人可是有什么事啊？终于回来了，好困呐，一会儿我要再补一个觉。三人迈步走进了小院子。谢渊、江明红第一时间就察觉到家里过分的安静了一些，二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把江明月护在了身后，开始慢慢的往后退。江明月看着瞬间戒备起来的两个男人，扫视了一眼庭院四周，没有看到石榴三人。江明红朝着于根打了个手势：石榴、素姨，我们回来了。话音未落，一个黑影突然从众堂里跳了出来，他身轻如燕，挥剑就朝他们杀了过来。而早有所准备的江明红和谢渊拉起江明月就跑，于根则是手握长棍越过三人迎了上去。沈君心并未和他缠斗，轻盈一跃腾空而起，绕开了于根就朝谢渊三人杀了过去。听到身后的声音，谢渊扭头看向朝他们杀过来的人，身体动作快过大脑，一把将江明月姐弟推外面，随手抄起门栓朝黑衣人迎了上去。谢渊和黑衣人一个照面就被黑衣人甩了出去。江明月看着朝他们杀过来的黑衣人，本能的把弟弟护在了怀里。姐，你放开我！不可以，
姐姐前世就是为了保护她而死，今生绝不可能，哪怕是她死，也不要姐姐出事。沈冰心余光瞥见谢渊爬了起来，于是故意的放慢了速度。谢渊跑上前，一把抓住黑衣人，跑！江明月抬头望着紧紧抓着黑衣人的谢渊，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出来。他用力的把弟弟推于门外，反手关上院门，朝黑衣人扑了过去。如果非要死，还要陪着谢渊一起。谢渊看江明月并没有跑，心中是五味杂陈，最后化作了一声轻叹：这个傻女人呐。沈冰心看着扑过来的女儿，眼中露出了一抹慈爱，正欲给她一个拥抱，于根赶了过来，一把抓住她，大喝一声就把她给甩了出去。而这边的江明月则是一把抱住了谢渊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看着于根再次拦下了黑衣人，谢渊拉起江明月就跑。而此时的沈冰心顺着于根的力道一跃落到了树上，避开于根的长棍，取下了脸上的面纱。明月，阿娘。娘？谢渊惊讶地望着树上的人，这岳母的武功竟如此之高。谢渊有些震惊，不过很快就镇定了下来，大脑开始飞快运转起来。娘？正准备呼救的江明红也微微一怔，抬头，视线越过院墙，望向了树上的人。娘！沈冰心一跃落到地上，一脸慈爱地把女儿拥入怀中，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后脑勺。而彼时石榴、于杏三人也快步从正堂里走了出来。于杏跑到哥哥身边，轻声安抚起来，而江明红脚步踉跄地跑到院门前，望着院中的人，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。真的是母亲。娘。沈冰心望着眼泪不停往下流的儿子，暗暗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，不仅吓到了女儿，还吓到了一向坚强的儿子。不过他并不后悔，女人嫁人就是第二次投胎，马虎不得。虽读了儿子的手册，知道谢渊是个很好的人，不过他总得再考验考验他，才能安心。娘。来。江明红脚步踉跄，重重地扑入母亲的怀抱，紧紧地抱住了母亲。21年了呀，他终于再次见到了母亲，他再也压抑不住那喷涌的情绪，哇哇地哭了起来。你就是小谢吧？小婿谢渊，拜见岳母。而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足够谢渊想明白一切了。听着沈冰心话语中透着的亲热，他知道他只是通过了岳母的考验，只是好像吓到了明月。而至于受惊的江明红，则直接被他忽视掉了。谢大哥，你不要不高兴好不好？那种情况下，无论如何我都做不到舍弃弟弟，舍弃你，独自逃跑的。我没有不高兴，只觉得自己有些无能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竟束手无策。今日幸好是岳母，如果真是敌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谢大哥，你不要将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，是怪不得你的。我知，只是今日的事给我提了个醒，家里邀请2个护卫了。谢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子俊，不过他也知道毛子俊暂时来不了，只能另想他法。护卫的事情还可以往后推一推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讨得岳母欢心，让她同意将明月嫁给他。岳母欢心了，那他和明月的亲事也就成了。毕竟千里迢迢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岳母不可能只是来宛平看一眼明月和小舅子。明月，可否给我说说岳母的事？岳母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？听谢渊问的这般具体，江明月想了想，才回答：阿娘别担心，我没事，只是见到你太高兴了。沈冰心看得出来儿子是有事瞒着他，不过孩子们大了，自然也有了秘密，儿子不愿说，沈冰心也只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并未询问。江明月看弟弟恢复了过来，牵着谢渊的手走了出来，知道他们母子刚相见，肯定有很多话要说。谢渊和沈冰心说了几句之后，很识趣的离了去。娘，你是怎么从府里出来的？我爹可好？除了挂念你们阿爹一切都好。收到你们小姨的信，知你们没有去京都，我和你爹一直都提心吊胆的，就怕你们会出什么事。大半个月前，从茂少侠的手里收到你们的信，知道你们定居在了宛平，过得很好。你爹一直提着的心呐，总算是落了地了。我能从府里悄悄的出来，还多亏了茂少侠呢。这一路上可还顺利？还可记得你们给茂少侠规划的路线图吗？来宛平前，茂少侠将它给了我，所以这一路啊都极其的顺利。阿娘，咱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得罪的又是什么人呢？之前他是没机会问，而阿弟又为了保护他不肯告诉他。娘，
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成熟稳重了很多，能担得起事了。你就告诉我吧，这样日后如有一天面对敌人，我也知该怎么应对啊。沈冰心闻言沉默了。娘，好。阿姐，娘一路奔波也累了，让母亲休息吧。我来给你说，咱们江家以瓷器起家，这些年阿爹为了寻找到适合烧制瓷器的土，陆陆续续的买了许多岛河山，而祸根就出现在这些岛河山上。前些年咱家的下人挖土时，挖到了别的东西。是什么？金矿，一座很大的金矿。消息泄露出去了？弟弟御下的手段，这种消息又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姐姐应该还记得，咱家以前曾发现过2个铁矿。记得，不过铁矿的事情不是第一时间就上报朝廷了吗？江明红轻哼了一声。2座铁矿的事根本就没有传入朝堂。怎么可能？谁有这么大权力可以一手遮天拦下这样的事情呢？张大将军。不错，这是手里握着15万水师，镇守在咱们远江的张大将军。这2座铁矿最终也落到了他的手里，且这几年他一直在暗中开采。他怎么敢？他想干什么？咱们远江大大小小的官员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吗？如果只有张大将军一人，知府巡抚自不会像现在这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张大将军有一个好女婿，大皇子。不错，铁矿的事，大皇子向远江府的知府、巡抚打了招呼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官位、前途、家人的平安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就没有一个官员不畏强权将此事上报给朝廷吗？有，只不过这些人都死了，且他们的奏折半路就消失不见了。他怎敢藐视律法，滥杀官员？律法又怎能束缚住一个敢于争夺皇位的皇子？江明月心里不舒服起来。那些官员难道就这么白白死了吗？就没有人调查这件事情了？看着如此天真的姐姐，江明红很平静地说：姐，阳光也有照不到的地方。这句话让江明月彻底的沉默了。因为这2座铁矿山，张大将军注意到了咱爹，在他的眼里，咱阿爹不仅是一只肥羊，还是他的福将，有1有2，说不定还会有3，所以他一直都派人监视咱们，企图渗透到咱家。咱家突然消失了一批仆人的事，他很快就知道了，立马推断出咱家可能又发现了什么东西，第一时间就派人来到了咱们家，试探威胁咱爹，将发现的东西交给他。如果是别人，为了咱们，为了江氏族人，咱爹也就交了，但那是一座金矿，大到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生出占为己有的贪念，所以金矿山绝不能交，交出去的话，咱们一家甚至江氏族人都会被张仲岳灭口。而不交，张仲岳虽不会放过咱们，但咱爹却可以和他斡旋许久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咱爹不能受制于人。所以为了咱们的安全，丁岩这才在张仲岳动手之前，第一时间将咱们送出远江。张重岳还不知金矿的事？咱爹为了麻痹他，放出了消息，是寻到了一盐矿。盐矿虽会让他生出贪婪之心，但还不至于让他完全丧失理智杀人。再就是他霸占铁矿山的事，相当于是让咱们握住了他的把柄。这些年咱爹帮助了很多人，也资助了很多人，他并不确定咱们朝中是否还有人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和咱爹撕破脸皮。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金矿的事谢大哥可知？我原本的打算是考取功名，进入仕途后寻找面圣的机会，将金矿山的事情告诉圣上。但自从知道姐和谢大哥的事情后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知道，想要科举入仕，最起码也得4年，爹娘不一定能等4年。再就是张仲岳的人这些时日一直都在秘密调查咱们家的产业，他的人也一直都在寻找咱们，4年中的变数太多了。所以你将金矿的事情告诉谢大哥了？江明红点点头。江明月想到谢元之前给他说的那些话，这就是谢大哥准备去咱们那上任的原因。姐夫上任期间，如治下发现了一座金矿，不光有了政绩，也可顺势救出爹娘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至于再多的事儿，江明红并不打算再告诉姐姐。会不会有危险？如果是别人会，但姐夫不一样，他不是普通的寒门子弟。江明月闻言也就懂了，谢大哥有一个闻名天下的老师，如果谢元死了，沈墨绝对会调查此事。大皇子张仲岳只要不蠢，就不会去得罪沈墨。得罪了沈墨，大皇子即便再出众，也与皇位无缘了。读书人是绝不会支持他上位的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江明月也就安心了不少。哈姐，家里的事有我和姐夫呢，
你不必忧虑。姐弟二人说话之时，西渊来到了码头附近的一个早点铺子。花奶奶，您近来可好？多谢你挂念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今日怎有空过来了？来许你和赖爷爷帮个忙。不帮。语气有些冲啊，看来师傅来婉平后又将人给得罪了。赖花是瞪了老半眼。好好说话。赖老汉立刻换了一副语气。老头，我都是半截身体埋黄土的人了，恐怕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西渊笑了笑，准备先攻下赖花氏。他很小心地把他和明月的庚帖从怀中掏出来，递给他。花奶奶，还劳您帮我算个最近的好日子，越近越好。你准备成亲了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奶奶将梳头、上轿、拜堂的吉时一并算出来。没问题，全都交给我好了，我一定给你好好算。他拿着庚帖往屋里走的时候，扭头对老伴儿喊道：小谢是个有分寸的人，不会为难你。再说他又不是外人，能帮你就帮帮他。多谢花奶奶。而等赖花氏离开之后，西渊又在赖老汉的身边坐了下来。他先是替师傅赔罪，紧接着又把赖老汉夸奖了一番，说的他是眉开眼笑。最后从怀中掏出了1两银子，偷偷的塞给他。并不是他不愿意多给他一点，他很清楚再多了这赖老汉就藏不住了。赖老汉偷偷的往屋里看了一眼，确定媳妇儿没发现，快速把银子藏了起来。他心情好了，也就变得极好说话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赖爷爷，我打算请2个护卫。人，我可以给你寻摸2个，我没别的要求，只一点，一定要善待他们。他们每一个都是有功于社稷的好汉，值得我尊敬和善待。如果他们没有后人，我谢家会为他们养老送终。回去等着消息吧。多谢赖爷爷。最近的好日子一共有2个，一个是9月初2，一个是11月初6。梳头、上轿、拜堂的吉时我也都写在上头了，你可看看。西渊双手恭敬地接过来。多谢花奶奶。花奶奶，咱们县没有比您更有福气的人了。小子成亲那日也想沾一沾您的福气，后言想邀您当我未婚妻那边的全夫人。不知9月初2这天，奶奶能不能抽出来1天的时间？别人不知赖花氏底细，可是西渊是知道的。赖花氏很爽快就答应了下来。不过你未婚妻这边你能全权做主，不需回去和他商量商量婚期的事儿。我有把握说服岳母。西渊知道沈冰心这次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宛平，就是因为他和明月的婚事，所以他在宛平恐怕待不了多久。明月这丫头，我和他爹养的有点娇了，跟没长大的孩子一样，让你多费心了。没有，他率真善良，为人开朗又热忱，这样很好。这些都是他没有的，也是他终其一生想要去守护的东西。谢渊将了一只虾包好了，放进了江明月的碗里。抬头看沈冰心的茶杯空了，谢渊主动给他续茶。沈冰心先是问了一番他会试的事情，谢渊侃侃而谈，把自己规划告诉了他。越聊沈冰心越觉得谢渊不错，如果丈夫看到了谢渊，肯定也会喜欢。而且他是真的很喜欢自己女儿，通过细节就能看得出来，谢渊对女儿的感情比他想的要深厚。饭后，岳母，我名谢渊，年21岁，出生宛平谢家村，爹娘早死，除了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，再无直系亲人。中举后，我陆续置办了一些产业，虽不丰，但还算有些资产。我爹从始至终只有我娘义气，2人伉俪情深，从小我就立誓，要像爹爹一样，弱水3千只许1瓢，绝不纳2色。我很喜欢明月，还请岳母答应将明月下嫁给我，余生我必将视她为珍宝，守护她，爱护她。快起来吧，这可使不得。沈冰心语气很真诚，但人却坐在那儿并未动。谢渊神色平静，并没有动，而是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，然后将揣了大半天的红纸给掏了出来，递给了沈冰心。等到沈冰心接过红纸，再次让他起身，他这才起身。沈冰心看着红纸上的2个日期，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惊讶。你已经猜到了？明月和小红都曾跟我说过，岳父岳母感情极好，现在正值家中危难之际。我想岳母应不会常待宛平。我和他爹膝下就只有明月这么一个女儿，
从小金尊玉贵的捧在手里长大的，成亲的日子虽然很赶，但是不能委屈了明月。3媒6聘，一样都不会少。我会风风光光的将明月娶回家。等日后我和他爹脱困了，肯定会经常来看我女儿的，说不定还会常住呢。这点你可能接受？小婿求之不得。家中如有岳父岳母坐镇陪伴明月，我即便出去上差也能安心些。二人就这样聊了1刻钟之后，沈冰心说出了谢渊最想听的一句话：我看9月初2这个日子挺不错的。谢渊闻言大喜，起身再次叩拜。多谢岳母。而沈冰心这次并没有摆什么架子，笑着把他扶了起来。谢大哥，娘喝茶。沈冰心喝了口茶，看着谢渊说：根据习俗，未来半个月还是避一避的好。是，小婿知道了。避一避？避什么？时间不早，我就不打扰岳母了，岳母早些休息。你去送送小谢。哎。江明月并未多想，随着谢渊走了出去。谢渊拉着江明月回到家中，一把将她抱进了怀里。明月，再有半月咱们就要成亲了，你可欢喜？半月成亲？你说什么啊？虽只有半月，但3媒6聘一样都不会少。我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，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将你娶回家。这是受委屈不受委屈的事情吗？我们刚认识半年就成亲，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怎么，不愿意？谢渊等了一会儿，没有等到江明月的回答。他抬起他下巴，神色严肃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少女。你会永远都对我这么好的，是不是？谢渊听到他语气里透着几分不安，他有些理解为何他久久不答应。我会一直会。明月，我希望将来等咱们都老了，你可以很自豪地和所有人说，嫁给我是你此生最不后悔的一件事。明月，你可愿与我闲时立黄昏，灶前笑问粥可温？天哪，原来男人说起情话竟这般的让人雀跃。我还想听。看着少女很喜欢，谢渊一双眼睛宠溺地看着她。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继续一人一偏爱，愿尽余生之慷慨。谢渊俯手看着笑容灿烂的少女，轻轻地亲了一下她额头。还想听吗？江明月嗯了2声，谢渊嗓音低沉，充满了诱惑。嫁给我，以后我天天说给你听，如何？好呀好呀，我愿意嫁给谢大哥呢。终于听到了想听的，谢渊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清晰的笑，不过他很快收敛起来，额头对着他的额头，低声地问他：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。我说我愿意嫁给谢大哥，愿意做谢大哥的妻。江明月的话没说完就被男人吻住，他的唇贴着他的，细密的甜吻，极具耐心，动作也是悄然无息，生出了柔情似水的意味。只一会儿，江明月就被男人亲得晕晕乎乎，直喘不上气来。他抗议地哼哼2声，可就哼了2声，那揽于腰间的手却是紧了又紧。娘，半个月是不是太赶了些？我也知有些赶，不过娘会尽力将你姐姐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，绝对不能让她受任何的委屈。娘，你知道的，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，我自然知道，只是明红啊，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爹，只有守在他的身边，我才能够安心呢。江明红听到这话，心中顿时一酸。前世，母亲是可以保住性命的，可最后他却选择和父亲一同赴死，说是怕父亲在黄泉路上会孤单。好在今生一切都改变了，前世的悲剧，今生他绝不会让他上演。想要在半个月内将你姐姐的事情办妥，我恐怕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准备写封信给你小姨，让她过来帮我，你意下如何啊？娘，咱们不能联系小姨和姨父，一是张中岳的人可能还在监视姨父，这二，娘，你可了解姨父？我对你姨父并不了解。姨父这个人极善经营，而且很有野心，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往上爬，只可惜手中无钱，又无人帮衬，只能原地挣扎。他苦苦挣扎了这么多年，所需的是什么？乃是机会。他不会在乎咱们的死活，他所能看到的乃是利用咱们可以和大皇子搭上线，这样他就能出人头地，步步高升。红儿，虽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毕竟咱们是姻亲，
况且中间还夹着你小姨呢。娘，你和小姨有10几年没见了吧？人都是会变的，以前你们姊妹情深，感情极好，但是现在小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她爱的丈夫，有女有儿。你说，如果让她做选择的话，她是会选择咱们，还是选择她的丈夫、儿女？前世他们初入京都时，小姨对他们的确很好，一开始还因为他们和陈富贵吵了几架，可后来小姨就妥协了。先是默许陈富贵算计他们，后来更是帮着他一起算计他们。如果不是如此，姐姐又怎么会惹上二皇子？如果不是如此，自己又怎么会断腿，彻底断了科举之路，只能被迫经商，为二皇子揽财呢？你们当初之所以没有入京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？那倒不是，当时我和姐姐一是怕拖累小姨，二就是不想过寄人篱下的生活。不过他们毕竟都是我们的亲人，定居宛平后，我曾私下请人调查过姨父。现在我只庆幸我和姐姐没有去投奔他，不然我和姐姐恐怕被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。沈冰心闻言，眉头紧蹙地看向了儿子。不过他总感觉儿子对妹妹他们好像有什么偏见，这是为何呢？沈冰心虽然有些不解，但是为了儿女的安全，他还是听从了儿子的话，打消了联系妹妹的打算。成亲的事儿，小谢可都跟你说了。江明月羞涩地嗯了一声，虽有些赶，但是你放心，娘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娘，我并不在意这些，我只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。放心吧，我和你爹不会有事的。将锦绣坊的活计辞了吧。好。江明月知道未来半个月都会非常的忙，他恐怕没有时间去锦绣坊上工了。再就是成亲之后，为了谢大哥的名声着想，他也不能再去上工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时来可是有什么事？我是来请辞的。于夫子挑挑眉，谢渊又解释了一句：我要成亲了。恭喜啊，听说他对你有救命之恩。谢渊点点头，又是一段佳话。大喜之日是哪一天呢？下月初2。到时我一定会去讨杯喜酒喝，有需要我帮忙的，子敬只管开口。还真有一件事需您老帮忙。哦，我这是何事啊？我下聘还需2只大雁。嘿，原来是你看上了我家的大雁，难得你张一回口，回头我就将大雁送到你府上去。多谢。以前你们到女婿那里吃饭也是这样的吗？哪样了？你离灶房远远的，都是女婿在做饭。江明月点点头，颇有一些不好意思。我不是不会啦，再就是之前天太热了，谢大哥怕我热着，就一直不让我进灶房。难得他有这样的好厨艺。对啊，当初知他厨艺那么好，我都惊呆了。我就是知他厨艺那么好，才慢慢开始喜欢上他的。动不动就将喜欢挂在嘴边，羞不羞啊你？母亲又不是外人。有事。老师，弟子要成亲了，今日是特来邀请你和婉仪的，希望下月初2你们能来参加弟子的婚宴。成，我知道了，9月初2之前会赶到你那儿的。谢渊起身，恭敬地朝沈墨行了一礼，然后看向了宋婉。婉仪，小子想厚颜请你当我这边的全夫人，那日客人繁多，只有您才能镇得住场子。你未婚妻那边请的谁当的全夫人呢？花奶奶。哟，没想到你竟然连她都请动了。说来，我也有好几年都没有见过她了。你的事儿我答应了，那日我会早些过去的。多谢婉仪，那小子就不打扰您和师傅了。谢渊起身看了眼沈墨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离开了竹楼。叫我出来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师傅，您老人家懂得多，弟子第一次成亲什么也不懂，希望您能指点弟子一二。凡事可多与你的族人商量商量。多谢师傅。我岳父名唤姜文，原江府有名的富商。6年前我朝于外蛮大战，国库亏损，我岳父带着原江府的富商们主动捐款，这才让将士们不至于饿着肚子打仗。沈墨并不明白弟子为什么突然向他说这些，但他却听得很认真，因为他明白谢渊不会无缘无故地提起此事。我岳父是位深明大义之人，知朝廷艰难，这6年除了钱，他还主动向朝廷捐了2座铁矿山。沈墨闻言皱起了眉头。奇怪的是，
这2座铁矿山却并未到朝廷的手中，朝中诸公甚至不知此事，而我岳父却被一群自称为朝廷的人监视了起来。沈墨双眼微微的一眯，现在这个宅院太小，等阿平他们来后根本就没有地方住。我打算呢，再买一座2进2出的，现在这个给你姐姐当做陪嫁，再就是在宛平这里买6间铺子，你姐姐4间，你2间，等阿平来之后都交给他们打理，这样日后啊，你们在这里也就不用为赢钱的事情费心了。这些年我和你爹虽然陆陆续续的为你阿姐准备了不少的嫁妆，但那些嫁妆都在阮江府呢，所以我打算在这里给你姐姐买100亩地，打一全套的家具，该有的都要有，再就是料子、衣裳、被子、面帐子、首饰之类的，怎么着也得凑个32台，你意下如何啊？32台有些委屈姐姐了。我知啊，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等我和你爹脱困了，日后再来补。江明红点点头，打开了抽屉，拿出了4万两的银票递给了母亲。当初离开元江府的时候，爹娘一共给了他们10万两的银票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姐弟2人一人拿了5万两。平叔他们来后，他有许多事情要做，手里不能没钱，多少他要留下一点。娘，这些你拿去给阿姐置办嫁妆。沈冰心并没有推辞，接了过来。来时我还带了2万呢，再加上你这4万，足够给你姐置办嫁妆了。8月19，江明月正式开始在家里备嫁。3天的时间，母亲陆陆续续给她准备了不少嫁妆，而这些东西里有些是需要自己动手的，比如说帐子、枕套、被面上的绣花、单子、被套等等。好在她只需要稍稍做几针，其余的交给石榴、于杏儿就好。只有她自己穿的嫁衣和盖头需要她自己全力而为。就在江明月着手做嫁衣的时候，母亲突然说他们要搬家了，毕竟平叔他们就要来了，现在的小院子太小，嫁妆之类的根本就摆不下。好在母亲置办的宅院就在对面，和枣林胡同离得很近，是一所2进2出的宅院，他们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搬完了家。在他们搬到新家的第4天，也就是8月27，苹果、平叔、康叔6人终于来了。姑娘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也很想你，家里可好？来时可顺利？自从姑娘少爷离开之后，咱家就来了很多新人，这些人虽然都是奴仆，实则一直在暗中暗暗地监视我们，特别是我和江淮，我们这些贴身伺候姑娘和少爷的人。不过他们还算是手里，府中的众人都很好，就是担心你和少爷。夫人的事情还未事发，为了掩护崔姐姐，夫人离开之后，老爷就带着钟叔他们离开了府。这些时日一直在外面查账，那些监视我们的人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许多，他们都将监视的重心放在了老爷的身上。奴婢趁着府中宽松之际，在崔大娘江叔的帮助下，避开了那些人，悄悄的离开了府。来的路上，我们发现张仲岳的人正在向各大镖头码头打听姑娘少爷的消息，我和阿康都有些担心正阳镖局的人会将姑娘少爷的信息泄露出去。这点我早就想到了，我和姐姐在宛平的事，张仲岳肯定会查到，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罢了。针对此事，我和姐夫已有了应对的办法。不知少爷姑爷打算怎么做？阿娘，你联系正阳镖局的人，让他们尽力多为我们隐瞒一段时间。母亲对正阳镖局有恩，而且正阳镖局的人大部分都是沈家后人或者是沈家的姻亲，由母亲这个沈家人出面再合适不过。沈冰心点了点头。姐姐出嫁后，姐夫会把我们的户籍迁到谢家村，而且会和衙门管理户籍的官吏打声招呼，让他们隐藏住我的户籍，这样张仲岳的人即便查，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到我们的下落。况且他围困爹爹的事情，大皇子并不知。我和姐夫料定，即便他的人到了京都，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到衙门查户籍。大皇子不知这事儿？人都有贪心，况且事情没有调查出来之前，他又怎么会将此事告诉大皇子？等张仲岳的人来到宛平后，我和姐夫会将此事想法透露给大皇子，来一个敲山震虎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到时候应该可以再拖延一段时间，等明年我有了功名，姐夫高中，咱们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这个主意的确不错，不过你姐夫认识大皇子跟前的人？不认识，但他认识宫里的人。沈冰心飞快地与江平2人对视一眼，
他这个女婿不简单呢。明月近来可好？挺好的，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家中绣嫁衣。看谢渊一脸疲惫，江明红起身：“姐夫，你早些休息吧。”我就不送你了，回去告诉明月别累着了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劳逸结合。好。江明红回到家中，看着姐姐和苹果还在绣嫁衣。阿姐，姐夫说让你劳逸结合，别累着了。你们见到谢大哥了？江明红坐到姐姐身边，将谢渊的情况和她说了一番。谢大哥看起来很疲惫。想想也是啊，谢大哥无亲人可以依靠，凡事都得亲力亲为，近来一定是累坏了，要给他补补才行。想到这儿，江明月凑到苹果耳边和他低语起来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苹果提着食盒来到了谢家。奴婢见过姑爷。起来吧。谢姑爷。姑娘知道姑爷近日来甚是辛苦，特命我送来一碗红枣山药乌鸡汤给姑爷补补身体。苹果说着将食盒中的早饭端了出来，然后又拿出了一封信递给了谢渊。姑娘让我转交给姑爷的。谢渊拆开信，眸光逐渐温和，唇角慢慢地勾起了一抹弧度。少顷，他回了一封信递给了苹果：“替我转交给你家姑娘。”是。从这天开始，谢渊每日都会给江明月写一封信，先是告诉他今日都做了什么，紧接着呢，则是向他讲述做这些事情时发生的一些趣事。这一封封的信成了江明月近日里的生活调剂。8月29，谢氏族人吹吹打打将准备好的聘礼送到了江家。女婿出身寒门，能一步步走到今日，十分的不易。况且沈冰心知道他这些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女儿，这聘礼只要过得去即可，他并不会太过于去计较。只不过出乎他预料的是，光是金银首饰就有8套，再就是一些古董字画摆件。这些年她跟着丈夫一同打理生意，眼力不凡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些好东西，加起来恐怕值万两呢。更不用说这其中还有2张沈墨先生的墨宝，这可是能当传家宝传下去的好东西啊，即便是有钱都买不到的。光是这2幅字画已经胜过了所有的聘礼，况且女婿还十分贴心地准备了2只大雁、许多的料子等等。可以说沈冰心对这份聘礼极其的满意。到了下午，江明月听了苹果的话，知道前院没了人，这才放下了绣花针，穿过长廊来到了前院。女婿有心了，你看这8套首饰都很精美呢。江明月知道这8套首饰是谢渊在京都买的，当时还有人跟他竞争呢，后来知道他是用来下聘的，这才退让。的确很漂亮。这些啊，一会儿我都会交给苹果，让他帮你收着。再就是这些古董字画了，都是好东西。你和女婿成了亲之后，要时不时的打开箱子看一看，免得受潮或者是被老鼠啃了。这2只大雁呢？等你们成亲了放生。阿娘，我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我女儿最好看了。阮江府的人哪个不知道咱们江家养了一个美人呢？你气质温柔，皮肤白，鼻头小巧圆润，桃花眼大又灵动，唯一不足的就是还未完全长开，不过这个倒也无妨，等再过2年也就好了。沈冰心爱不释手地抚摸了一番女儿的秀发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了一本春宫图。第一次会有些疼，想要让自己舒服啊。沈冰心指着春宫图，在女儿耳边絮絮叨叨说了一堆男女人伦之道，听得江明月是连连点头。娘，我都晓得了。沈冰心见女儿脸一点都不红，而且还津津有味地看着春宫图，哭笑不得。他直接把春宫图塞给了女儿，然后叮嘱道：圆房的时候注意着点儿，你才17岁，如果谢渊不着急要孩子，你就等到18或19的时候再要孩子。年纪小，身体还未长开，生孩子受罪不说，生下来的孩子也容易夭折。阿娘，我听你的，生孩子太疼了，等我做好心理准备再生。明月啊，你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这是好事儿，但也正是如此，凡事都需要你去打理。以后要是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儿，你可和小红女婿商量着解决。外出和别人交际的时候，有孩子的你就夸他们的孩子，没孩子的就夸他们的丈夫。如果是长你1、2辈的人，你要真诚以待。面对谢氏的族人，你要尊重他们，该帮衬的时候就要帮衬，不要小气。女婿将来要入仕，就要有一个好名声，
花点钱能够换来好名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再就是同气连枝了，谢氏族人好了，你们才能好。赖奶奶，你手艺可真好。你喜欢就好。姑娘，你脖子酸不酸？有点酸，不过还能接受。二人正说着话，沈冰心走了进来，端来了一碗莲子百合粥。不喝点汤也不成，好在已经是申时了，咱们两家又离得近，想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江明月被母亲喂着喝了一碗粥，刚放下碗，外面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应该是接亲的来了，我去看看。这丫头啊，今日倒是活泼了许多。江明月嗯了一声，沈冰心不慌不忙地拿起盖头盖在了女儿头上。我出去看看。好。一会儿过后，于杏跑了回来。公子和他的几位同窗将谢先生堵在了外面，说是让他们做催妆师。这会儿谢先生正在做催妆师呢。于杏说完又跑了出去，少顷他又跑了回来。公子的同窗叫谢先生隔着门对你说几句话。谢先生说：“既汝相知，定不负卿。”谢渊走进后院，心情突然有些激动。马上他就能接明月回家了。闺房内，于杏守着门，按照沈冰心事先交代的，让谢渊说了一箩筐的好话，得了几个小红包，这才打开了房门。谢渊一眼就看到了端坐在床上身穿嫁衣的江明月，满怀欣喜地走过去。明月，我来了。江明月虽然羞涩，但是听到谢渊的话，还是回应了一声。于杏捂着嘴在一边偷笑。谢渊伸手轻轻地握住她小手，柔声道：“我牵你走。”一路上，谢渊都极其细心，提醒他跨门槛儿，哪里路不平等等的。而江明月呢，就这样由他牵着来到了正堂。主位上，沈冰心看着跪下去的两个人。虽然谢渊和他闺女很相配，虽然谢渊长得好看，性子也好，所以他把谢渊的优点全都想了一遍，但心里还是充满了不舍，恨不得悔婚，不让闺女出嫁。他强忍着冲动，简单的说了几句。江明月听母亲声音里透着几分不舍和沙哑，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。娘，女儿会跟着谢大哥好好过日子的，你多保重。我有时间了就回来看你们。去吧。谢渊冲着双眼微红的岳母，心甘情愿地磕了个头。岳母放心，我会好好对明月的，此生此世定不相负。去吧，好好过日子。江明红看看姐姐姐夫都站了起来，走到姐姐面前俯下了身子。姐姐，我背你出去。谢渊看着江明红稳稳地将明月背了起来，缓缓地松了口气，不过还是忍不住地提醒了一句：“小心点，别摔着我娘子。”江明红没好气地白了谢渊一眼，这是他亲姐姐，亲的，即便是摔着他自个儿，也不可能摔着姐姐。更何况立秋之后他一直都有锻炼，瞧不起谁呢？江明红背着姐姐出门，一步一步走得极慢极稳，心中充斥着一股心酸和不舍。此时此刻他总算明白了情至真实不信也信的含义。倘若这世间真的有神仙，请保佑他的姐姐一世平安顺遂。江家离谢家太近，如果就这样直接的迎回去，未免太没有意思。所以谢渊带着迎亲队伍沿着宛平县绕了一圈，走了许多大街小巷，撒出去了无数的喜糖喜果，而路边的道喜声则是络绎不绝的。还是小谢有面子啊，还以为你余生都待在你那破竹楼内，不愿意下山了呢。什么破竹楼？那是我的清雅小院。小谢的确有面子，连你这位一向都不喜欢礼俗事的人都请来了。谁让他招人喜呢？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他媳妇儿也很招人疼呢。他媳妇儿是个怎样的人呢？和素素一样，是个很温柔坚韧的人。素素二字一出，宋婉双眼中的光彩瞬间暗淡了下去，而自知说错话的赖花氏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。已经7年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她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怎能说放下就放下呢？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就不提这些悲伤的事儿了。她长得如何啊？新娘子到了，举人老爷踢花轿，快踢花轿啊！谢渊并未理会众人，抬手轻轻地敲了2下花轿，
看热闹的人顿时疑了起来，说他以后会是个妻管严。谢渊并不在乎，心里反而很高兴。花轿里面，焦明月也随之敲了敲花轿的门框，这是本地的习俗。昨日里的韩兰兰贺氏特意提醒过他，夫妻相敬，大吉大利啊！喜婆扶着他走了出去，旁边立刻有人拿出一条红绸，新人一人拽一头，跨前盆、凉盆，进大门，拜天地了。余姓石榴护着素娘挤到了人群之中，低声道：“开始拜天地了呢。”素娘就像没有听到似的，怔怔地望向了沈墨。沈墨竟是谢渊的老师。看着谢渊二人拜完了天地，素娘看着石榴余姓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好。三人往外走的时候，素娘眼角余光突然瞥到了个人影，她猛地停下了脚步，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，身体更是轻轻地颤抖起来。苏婶婶，你怎么了？素娘急忙别过脸，擦掉了眼角的泪。我没事，咱们再看看，一会儿再走。哦。余姓顺他刚才望过去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视线在宋婉的身上多停留了几息。与此同时，焦明月由谢渊牵着走进了喜房，请新郎官挑盖头。紧接着眼前忽然一亮，焦明月仰头就对视上了男人那如星辰一般明亮的双眼。二人对视，耳边突然传来痴痴的笑声，焦明月立刻低下了头，脸慢慢的红了。谢大哥今日可真好看呐！新人喝交杯酒。二人喝了交杯酒，焦明月就听喜婆道：“喝了交杯酒，举案齐眉到白头。”快来帮我将这些花生坚果都收拾了，硌死我了。是我考虑不周了，我给你揉揉如何？焦明月听到男人的声音，倏地转身，一脸惊喜地看着已经走到自己面前的人。你怎进来了？不是还要招待敬酒吗？我进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吃食。谢渊绝不会告诉他，留他一个人在屋里，他很不放心，很想回来陪陪他。你给我带的什么？你可吃了？刚才敬酒时稍微垫了垫肚子。趁这会有空，你陪我再吃点。吃饭的时候，焦明月察觉到男人并没有怎么动筷子，一直都在看他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今日明月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新娘子。谢大哥也很好看啊，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睛。有个词叫秀色可餐，看着谢大哥，我不用吃饭就饱了。谢渊嘴角微微的勾了勾，心情大好，只觉得多日的疲劳一扫而空。方才我派人往岳母那里送了一桌席面。谢谢谢大哥。明月，咱们已成了亲，你该改口了。看着男人那双明亮的眼睛，江明月的脸慢慢的红了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装傻充愣。你该换相公了，当然叫夫君也行。熟悉的气息喷洒在脸上，江明月只觉得整个人如同火烧，快不好意思的有点叫不出来。谢渊并没有催他，只是微笑的看着他。二人对视一会儿，江明月率先败下阵来，唇瓣动了动，小小声的叫了2个字：“娘子叫得很好听，以后都这么叫。”谢渊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愉悦，而江明月看着心情愉悦的男人，突然觉得那2个字也并不是那么难以喊出口，况且他们已经成亲了。老爷，外面的人都在寻你呢。你不用等我，卸了妆吃点东西就早点睡吧，我应酬完自会回屋。你少喝点酒。好。说到这儿，谢渊又凑到他耳边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喝醉的。”江明月的脸瞬间红得像是煮熟的虾子，醉不醉的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苹果等着谢渊离开之后关上门。老爷对太太可真好。一声太太把江明月听得骇然了，他就已是太太了。如何？可有找到我说的那个人？不过奴婢按照姑娘说的找到了他的相公。也就是说，只是林寒山一个人来了。想想倒是也在情理之中。林家在县里并没有恒产，而他和谢大哥的吉时又是在晚上。林寒山是私塾里的先生，喝完喜酒可以去私塾凑合一夜。陈娟如果来的话，他们就要在客栈过夜了。想来陈娟并不舍得掏这个钱。除了那位姓林的秀才，
奴婢还看到了素娘、石榴三人。至于素娘情绪有些不对劲儿，苹果暂时并不打算告诉江明月。今日毕竟是他家姑娘大喜的日子。江明月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，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。谢渊含着头，开始轻轻开了。明月，今日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。江明月立刻清醒过来，随即酥酥麻麻的感觉立刻传遍全身，他忍不住的打了个颤。帐子里虽然有些暗，但是男人的瞳眸却如同染了光。江明月醒来的时候还是有点懵的，睁开双眼就看到了谢渊。彼时他那深邃的眸子正在安静的温柔的注视自己，也不知看了多久。四目相对，二人谁没有开口说话。这一刻的气氛分外的温馨。醒了吗？江明月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，眨了眨眼睛，脸上慢慢的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，轻轻的嗯了一声。谢渊看着笑容甜美的人儿，抬手轻轻的揉了揉他细嫩的脸颊，那脸颊嫣红，因为紧贴在袖枕上的缘故，上面印出了一些花纹，甚是好看。感觉到他手中的温热以及那种很宠的包容感，江明月舒服的如同一只泛懒的猫，轻轻的蹭了蹭他掌心。而谢渊看着他这可爱的模样，又怜惜的亲了亲他额头。恶伯，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？什么时辰了？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，看着面前的罪魁祸首，他忍不住的瞪他一眼。谢渊看江明月的表情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自认有错的他，声音更是温柔了。先喝杯茶吧，润润嗓子。昨夜他应该收敛一些，可他实在是控制不住。他的身子是那样的娇嫩光滑，而且柔弱无骨。想起昨夜的事情，他的身体又瞬间亢奋起来。果真是10岁之味呀！谢渊强压下了心底的骚动，随意的披了件衣裳下了床，暗暗提醒自己不能再那么梦了，怎么着也要让他歇上1天、半天的吧。已经4时了吗？咱们快起来吧。这些都是我弄的。江明月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斑斑痕痕。疼不疼？谢渊明明记得他很温柔，可没想到还是伤到了他。疼，好疼！你未来3天都不许再碰我了。谢渊看他明亮的双眸中透着些许狡黠，将收在枕头下的药膏拿了出来。我给你抹药，3天不碰你的事儿就不要想了。江明月只觉得有些奇怪，他怎么会随手背了一个药膏呢？那就2天。1天。江明月闻言嘟起了嘴来。谢渊顺势低头亲了亲他粉唇。明月，我忍不住了。已经吃到了肉，谁还愿意喝汤啊？江明月的脸红了一红，看他手越来越往下，他再次擦枪走火，直接握住他大手。不用抹了，我皮肤娇嫩，只要碰一下就会留印子的，看着吓人，其实不怎么疼，过1天也就消了。我的小衣呢？不能穿了。江明月闻言突然就明白了，昨日里他用衣裳擦。明月红起了脸来。你将苹果换进来，让他服侍我梳洗吧。妻子这般美丽的一面，谢渊可不想有外人看到，
哪怕苹果是江明月的贴身婢女都不行。我来，柜子里应该有小衣吧？衣裳顺道帮我拿一下。好，我帮你穿。不用，我自个来就行。二人虽然坦诚相待过，但江明月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男人面前穿衣服。他夺过小衣，还有衣裳，躲在被子里悉悉嗦嗦地穿了起来。谢渊欣赏了一会儿他这含羞带娇的妩媚，这才转身穿衣。江明月穿好衣裳，爬到床边坐下来，正准备穿绣花鞋，男人走了过来，蹲在他面前为他穿鞋。咱们今日是不是要回村一趟？谢渊嗯了一声。那要快些才行了。不急，即便去晚一点，爹娘也会体谅咱们，不会怪罪咱们的。哼，反正都是你的错，要是怪罪也是怪罪你，他们只会梦里找你，绝对不会找我的。下午我给爹娘说说，让他们都来找我，省得吓着你。江明月再也忍不住地笑起来，看男人为她穿好了绣花鞋，她扶着男人的胳膊，尝试着慢慢站起来。竟然不疼。她松开男人走了几步，除了有一点点的酸，再也没有其他不适。然后想到被他放在枕头下的药，江明月后知后觉。你帮我上药了？还疼吗？江明月摇了摇头。太太老爷，你们起了吗？起了。你快出去吧，我换苹果进来服侍我洗漱。好。谢渊说着伸开了手。什么？衣带。江明月撅撅嘴，还是伸手帮他系好了。你以前不都是自己系的吗？以前没有妻子，自然是自己系，但现在我成亲了，我就想你帮我系。谢渊凑到他耳边又补充一句：当然比起系，我更希望你天天解他。娘和弟弟搬回来了？昨天晚上搬回来的。江明月知道肯定是娘和弟弟不放心他，这才搬了回来。搬个梯子来。太太，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去搬没什么不妥的，这个家我最大。苹果看着一脸神气的太太，笑着去搬梯子。小弟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踩着梯子呀。快下去！新婚第一天，你这样成何体统啊？快下去，让人看见了该笑话了。江明月柔顺地哦了一声。我让素娘给你炖了老参老鸡汤，一会儿让16给你送过去。还是母亲心疼我，晚上做香辣虾吧，我想吃。中午我会随着谢大哥回村祭祖，阿娘就不必为我们准备午饭了。母女二人说话之时，谢渊来到了后院，望着扒在墙头上的妻子，他哭笑不得。苹果看到谢渊有些慌了，正准备提醒太太，谢渊冲他摇摇头，而是伸手扶住了梯子。知道了，你快下去吧，小心一点啊。江明月嗯了一声，一转身就看到了扶着梯子站在下面的男人，又扫视了一眼冲他挤眼睛的苹果。江明月神色如常地踩着梯子，看着男人理直气壮地说：连个门都没有，害得我爬梯子才能和娘弟弟说话，太不方便了。回头我就让人开个门。谢渊的话语中却充满了宠溺和无限的包容。谢谢相公。说着又笑嘻嘻地亲了亲他的薄唇。我相公真好。谢渊稳稳地抱住他，回亲他一下。现在这声相公叫的倒是挺顺口的呀。苹果望到这一幕，顿时松了口气。刚才谢渊过来的时候，他还真怕他会生气呢。咱们是不是被2份礼送到赖奶奶和婉姨那儿啊？昨日里她帮了咱们不少。再就是师傅那里，咱们是不是亲自磕头去啊？这些事我也安排陈荣去做了。他就是你外出游历时救的那个小厮？除了他，再就是周斌和赵山了。他们虽都有残缺，却是很好的人，你别怕。江明月嗯了一声。师傅那里，咱们明日再去拜见他老人家。好。相公呢？爷在书房。江明月点点头，端着一盘山果来到了书房，看着谢渊手里的东西，不确定地问道：族谱？自从我考中举人后，老族长做主将咱们这一支单独分了出来，作为谢氏的嫡支。江明月走到男人的身旁，看着并排挨着的2个名字，伸手轻轻地摸了摸。以后她就是谢渊的妻子了，真好呀。谢渊抱着媳妇儿坐下来。和岳母聊完了？没有，被阿娘赶了下来。听他声音里透着一丝委屈，谢渊安抚地亲了亲他额头。明日我就让陈荣请人过来开一个小门。我相公可真好。